来自21世纪的他因宿醉猝死，竟穿越到了自己看过的小说里。原主是家中长女，干着最多的活，吃着最多的苦，挨着最多的骂。从小缺爱的她正对向她提了无数次分手的男朋友死缠烂打，却被男朋友踹倒在地，被磕到头晕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苏葛穿越了过来。苏葛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苏葛一个机灵，彻底清醒过来，同时看清了此刻自己身在何处。妈呀，我记得我昨晚喝多了，醒来怎么在这个鬼地方？我发誓，活了20几年，绝对不认识我面前的男人。我说过，我们已经分手，就算你再纠缠，我们之间也没可能了。早知道这么难甩，当初就不该因为她长得漂亮就去追。许新明还想说什么，却发现苏葛的状态有些不对劲。只见苏葛麻利的从地上站起来，若无其事的拍了拍裤子上的灰。好，我同意。突如其来的一下，令许新明有些微微失神。你同意什么？同意分手啊，不是你提的吗？不过咱们可说好了，从此以后互不相干，谁再反悔去骚扰对方，谁就是乌龟王八蛋。自打谈恋爱以来，苏葛一直对许新明百依百顺，啥事都听他的，即便被分手，也没跟许新明说过一句重话。这会儿苏葛突然硬气起来，许新明一下子有点接受不了。还有，咱俩谈恋爱这1个月，我可花了不少钱，这钱你得给我。你什么时候给我花钱了？这1个月出来吃饭都是我出的钱，逛公园的2毛钱门票也是我掏的，还有看电影的7毛钱，给你买了套新衣服7块2，这么算下来一共是13块3毛，1分不少，你都得给我。凭什么我还给你？吃饭是咱们2个一起吃的，也得算你一份。公园是2个人逛的，电影也是2个人一起看的，我都只用了1张票，还有那套衣服，大不了我还你13块3毛。我说了1分不能少，就是1分不能少。你玩弄感情，我还没找你要精神损失费呢，你倒好意思算这么清楚。总之，拿钱出来，痛快分手。不给钱，我就闹到你们机械厂去，让厂长千金看清你是个什么货色。厂长千金4个字一出来，许新明脸刷得更白了。他没想到苏葛竟然知道了厂长千金李文文的事。他知道苏葛最要脸，被人甩这种丢脸事，他是不可能宣扬出去的。然而万万没想到，苏葛突然硬气起来，现在竟拿这件事来要挟他。苏葛，你疯了吧？去我们厂里闹，被人知道这事，你就不怕把自己名声搞臭了？你好意思说名声？你一脚踩2条船的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不给钱？行，我现在就去机械厂。许新明一把拉住了他，说话就说话，少碰我。罢了，假若日后能娶到李文文，以后自己要多少钱没有？钱给你。许新明抖着手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出来，里面装着他今天刚发的工资。作为是机械厂的一名技术员，他每个月的工资有37块5，拿到工资后还了欠同事的24块，里面还剩下13块5。我只拿说好的13块3毛，还剩2毛给回你。紧接着转身就走，一个眼神都不想再给这渣男。苏葛刚进家门时，迎来的是无尽的喊骂声。上哪儿鬼混去了？今天你不是休班吗？不在家干活，就知道偷懒。看看这都几点了，晚饭都还没做，是要饿死一家人吗？罗香花骂人的声音又凶又刺耳，街坊邻居全都听到了。苏葛挨了骂也不吱声，默默地去厨房做饭。按照原身惨痛的经验教训，罗香花骂人听着就行，这耳朵进那耳朵出，要是顶了嘴，必定操起扫帚来顿爆炒肉。我苏葛可不吃这种眼前亏。苏葛工作后一直租房子住，每天自己做饭，练就了一手还算不错的厨艺，再加上有原身的技艺加持，这顿饭做得很快。等苏志胜到家时，饭菜已经做好了。大姐辛苦了。一家人做的差不多时，苏晴背着书包从外面进了屋。上哪儿去了？咋才回来？一个高中毕业的大姑娘，天天闲逛，像什么话？苏晴刚刚高中毕业，这时候没有大学可考。再说以她的成绩也考不上，高中毕业后只剩下2条路可以走，一是招工进厂，2是依照政策下乡。这年头滨江市各大工厂都没有招工名额，能进去全靠应试的关系，大量的毕业生无处可去，只能跟着政策走。人都要走了，还剩这几天，管他干啥，消停点行不行？接收到苏志胜的眼神，罗香花立刻噤了声。吃完饭，其他人则撂下碗，各自干各自的去了。照例由苏葛收拾桌子，随后去洗碗。苏晴见屋里就他和苏志胜2人，连忙说道：爸，这是我同学从外地带回来的糖，咱们本地没有的，特别好吃，还软和，我特意给您留了3块。还是我二闺女好，有啥都惦记着爸，属你最孝顺。爸，还有半个月我就要去下乡了，以后想这样孝顺您都不能了，一想到这个，我心里就难受得慌。那也没办法呀，你又没工作，不下乡是不可能的，安心下乡去吧。走的时候爸多给你5块钱。妈的，大哥苏建新下乡时，爸给了100块钱，怎么到我这里费了3块水果糖的成本，加上一顿煽情，才多给5块，打发要饭的呢？苏晴虽然心里恨得不行，脸上仍然保持笑意不变。爸，我不差那5块钱，我就是心疼你，也心疼我妈，离着那么远，见不到你们，我肯定会想你们的。那你说想怎么样？要不
让大姐把工作让给我，让她替我去下乡。大姐身子骨一直比我好，干活也利索，在乡下肯定比我更适应。就我这身体，去了都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呢。那是你姐自己考上的工作，她不会轻易让出来的。容我想想吧，回头再和你妈商量一下。一听这话，苏晴立马知道苏志胜被说动了，心底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苏葛这个晚上忙碌一场，收拾完厨房，进了客厅，就听到房间里传来了声音：小晴比小葛机灵孝顺，留在咱们身边更能得计。我看还是把小晴留下，让小葛替小晴去下乡。万一小晴得了工作，不肯把全部工资交上来怎么办？他敢，看我不打断他的腿！你可记住这句话，别到时候小晴一哭，你就心软。不可能，平时没事可以惯着他点，这种大事上我还是有分寸的。有你这话就好。小葛那边你去说吧，下乡的时候给他多带5块钱。干啥多带5块钱？我不管，就给10块，多1分没有。这10块我都心疼的不行，你还想再多加5块？没门！隔壁回来探亲的知青都说了，乡下分粮分菜，饿不死他，带着钱也没用。我看连10块都不用给。行吧，那就1分不带，反正乡下都管。两个脏心烂肺的玩意。来自21世纪的他因宿醉猝死，竟穿越到了自己看过的小说里。原主是家中长女，干着最多的活，吃着最多的苦，挨着最多的骂，如今还要被自己的二妹算计让她代替下乡。两个脏心烂肺的玩意，就这么擅自替我做了主，还狠到1毛不拔，1分钱都不想给我带，想让我自生自灭。他们狠，我要更狠，大家走着瞧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苏葛按照往常时间上班去了。师傅，小可，昨晚下班张嫂子又过来找我说，这回有个好小伙子百里挑一，叫你千万不要错过了。苏葛，这回无论如何你得听师傅的，一定要去见见。这个年代对女性来说，可以选择的出路太少了，如今能最快摆脱苏家的唯一出路，似乎只有结婚。好的，师傅，我去。苏葛答应的爽快又干脆，一下子给杜秋梅弄愣了。不错，就该这样。那咱们说定了，中午我就去找张嫂子说这事，早点约个时间，让你们见上一面。好。当天晚上，苏葛就跟着张嫂子去见相亲对象了。看到小伙子的那一刻，苏葛眼前一亮。好帅啊，这人长得可真不错。我其实对长相没太多要求，看着顺眼就行，但没想过能长得这么好，1米8几的个子，长相周正，很是清俊，就是看着不怎么精神。机械厂上班这么累吗？不过徒有长相也不行，师傅说的对，关键是要看人品怎么样。盛启辉看到面前微笑望着自己的年轻姑娘时，有些微的愣着，他不自禁偏头看了一眼姑奶。我的身体情况姑奶再清楚不过了，让人家好端端一个姑娘来跟我相亲，这不是作孽吗？看样子姑奶和媒人都没跟人家姑娘说实话。盛启辉刚想直接告诉苏葛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想让相亲作罢，然而还没等他开口，苏葛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笑着冲他伸出手。你好，我叫苏葛。下意识的，盛启辉伸手握了上去。你好，我叫……话没说完，突然脑子里那个只有1%的电量条，竟然呼呼的往上涨，一眨眼的功夫升到了7%，最后停在7%的位置不动了。尽管只比5%多涨了2%，然而盛启辉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自打重生以来，脑子里就有了电量条，而这5年来，雷打不动只到5%的电量条，为啥一碰到这个姑娘，突然就涨了上去？刚才想说的一番话，这会儿盛启辉再也说不出来。直觉告诉他，眼前这个姑娘很有可能是帮他走出困局的唯一机会。这小伙子也太直白了，哪有第一次见面就这么直勾勾盯着人家姑娘的？盛启辉从失神中回过神来，他松开手，不好意思地对苏葛笑了笑。你们坐下说吧。走，盛奶奶，咱们出去走走。盛奶奶非常上道地跟着出去了。一时间，屋里安静下来，只有盛启辉和苏葛两人对坐着，大眼瞪小眼，好半天，两人谁都没说话。最后还是苏葛打破了平静。盛同志，我先说说我家里的情况吧。为了赶紧把自己嫁出去，离开那个家，苏葛也顾不上扭捏啥的了，抓紧时间介绍自己。我家父母都健在，家里兄弟姐妹5个，我排行第2，在纺织厂上班，是一名挡车工。见苏葛说了自己的情况，盛启辉也介绍了他的情况。我叫盛启辉，在机械厂上班，是个焊工，不过目前还是学徒工，没有转正。我家里父母都去世了，目前我……盛启辉话没说完，砰的一声，屋里传来玻璃碎裂的巨响，响声惊动了苏葛和盛启辉，两人同时站起身，朝外面走了出去。是盛瑞先打我的，他打人。他打你，你就能砸我家窗户吗？走，你妈在不在家？现在就找他去。盛瑞打我，我就砸你家窗户。二顺，你把事情说清楚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妈说你是病痨子，不让我跟你说话。
阿姨，你可别跟他站一起，他就是个病痨子。我妈说他快死了，你挨着他，你也得死。胡说什么？你家才要死了！杀千刀的宋宝妮，我今天非得跟他好好说道说道。盛奶奶怒火朝天，扯着二顺去找宋宝妮去了。苏葛听到二顺那些话，有些尴尬，同时仔细的看了盛启辉一眼。被人当面这么说，还以为他会生气呢。看得出来这人涵养还不错。咱们进屋吧。苏同志，我接着把情况介绍完吧。家里现在除了我，还有我的2个侄子侄女。我大哥5年前因为抢救厂里财产牺牲了，留下2个孩子。厂里让我顶大哥的岗上了班。我们家除了姑奶外，没有别的亲戚了。这2个孩子，我必须得管，照顾他们长大成人为止。如果和我结婚，就得一起养2个孩子。这一点希望你能好好考虑。盛启辉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另外，就是刚才二顺说的，我身体不太好，不过这一点你放心，多则1年，身体情况肯定会好起来的。我现在是学徒工，每个月工资21块8，只要身体好起来，就能转正，到时候转成1级工，1个月能赚34块5。我会努力争取早点把2级焊工证考下来，拿到2级焊工证就能评2级工，工资又能涨1级。说到后面，盛启辉自己都没底气，这些话太像在画大饼了。只要和这个姑娘在一起，体内的电量条就蹭蹭的涨，或许用不上1年，电量条就能充满，我就能恢复正常了。按照小说中的剧情，原身的大哥眼看就要写信回家要钱，到时候无论自己是否下乡，都躲不过被卖的命运。宁可嫁给负担重的病秧子，我也不愿意被卖给傻子。盛同志，你的条件我觉得挺好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咱们明天就去领证，你看可以吗？很快，结婚证办好发给了他们。突如其来的惊喜令盛启辉一下子没反应过来。按照小说中的剧情，原身的大哥眼看就要写信回家要钱了，到时无论自己是否下乡，都躲不过被卖的命运。宁可嫁给负担重的病秧子，我也不愿意被卖给傻子。我知道今天相亲，明天就去领证有点太快了，但我确实有难言之隐。实话和你说，我家里父母重男轻女，我是长女，也是最不受待见的那一个。我大哥马上要带对象回家，我爸妈准备把我卖了给他换彩礼，我不想认命，所以想赶在他们卖了我之前，把自己嫁出去。如果咱们结婚，我可能出不了什么嫁妆，这点我也得提前和你说一下。你不用带任何嫁妆，家里什么都有，只是彩礼我总要给的。你看200块行不行？不够可以再商量。不用给，彩礼1分钱都不用给，咱们自己留着过日子用。整整200块呢，能买多少肉吃？不能便宜了那一大家子人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作为女婿总要上门一趟，若是不给彩礼，我……没事，你听我的，到时候上门带2瓶92斤肉就够了，多的啥也不用拿。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，明天上午9点半，我们带上户口本，在民政局门口见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听你的。苏葛回到了家，本以为会迎来一片暴风雨，没想到苏志胜和罗香花看见他这么晚回来，脸色虽然不好看，却只是问了一句。听见苏葛说厂里有点事耽搁了，也就没再多问。苏葛正要去厨房做饭，看到苏晴正在里面忙活着。姐，你回来了，去堂屋等着吧，我这边马上把饭做好了。这个妹妹无利不起早，要不是有求于我，她怎么可能下厨做饭？果然跟预料的一样，吃过晚饭，苏志胜把苏葛叫到一边，说起苏晴即将下乡的事。你二妹的身体你也知道，从小到大都不怎么好，她这一趟下乡，万一去了偏僻的地方，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不好说。你当大姐的，得为妹妹多着想着想。你身体一直都比她好，我看干脆把纺织厂的工作让给你二妹，你替她下乡去吧。苏志胜等了半天，见他不吱声，顿时没了耐心。反正这事已经决定了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先忍忍，领证的事还没办妥，所以现在不能跟他们发生矛盾，否则明天能不能出得了家门都不好说。爸，这件事太突然了，得容我想一想。想不想的，你都得去。明天抽空请个假，去街道把名报了，再带你妹妹去厂里，把顶替工作的手续办一办。若是原身在，这会儿不知道要多么寒心，只是替原身感到不值。做牛做马为家里付出那么多年，到头来工作丢了，还要被扔去遥远的北大荒。妈，昨晚我爸说让我替二妹下乡的事，我想来想去，二妹身体确实不好，让她去那么远的地方下乡，确实放心不下。算你有良心。妈，一会儿吃完饭把家里户口本和粮油本给我吧，我去街道把名报上，然后带二妹去厂里办手续。你在这等着，我去给你拿。家里户口本和粮油本都被罗香花锁在柜子里，只有先假装答应替妹妹下乡，罗香花才肯把户口本和粮油本给我。等吃完早饭，
苏葛带着户口本和粮油本急急忙忙赶到街道办帮妹妹报了名。行了，去隔壁办公室把粮油关系转了，然后回去等通知。你报名报得及时，你妹妹差不多能跟着下批知青一起走。我可以问一下，下批知青什么时候走吗？估计后天。那太好了，我妹妹一直盼着下乡，盼着去建设农村，去为广大劳动人民做贡献。要是她知道这么快就能出发，一定很高兴。你妹妹真是好同志，她有雄心壮志，我一定想办法满足她。放心，我会给她分配一个最合适的地方。完了，刚刚是不是演过头了？可别适得其反。同志，你要安排她去哪儿？去祖国最南部的海岛，那里现在正缺少像你妹妹这样热情有干劲的年轻人。海岛太艰苦了，炎热，到处是蚊虫，经常刮台风，去那里的年轻人待不上多久，宁可黑户都要偷跑。上面说了，再派去海岛的人一定要思想过硬，而你妹妹就非常符合要求。这个安排好，我妹妹说了，越是艰苦的地方，越能激发她的斗志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我回去就把好消息告诉她。见时间差不多，不能再耽搁了。苏葛转了苏秦的粮油关系，撒腿就往民政局跑。到达民政局门口时，远远的他就看见了站在大门边的盛启辉。苏葛看见他的时候，他也看到了苏葛，两个人同时快步朝对方走去。等到终于面对面站定，两人都有些不好意思。好紧张啊！虽然我是个现代人，但母胎单身20几年，恋爱都还没谈过，就直接跳到结婚这一步，未免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我们进去吧。两人保持着半米的距离，一前一后进了民政局。苏葛和盛启辉把各自的户口本递给工作人员。这个年代登记结婚不要求必须拍结婚照，拍一张2寸照片要2毛多，故而好多人舍不得，略过了这个步骤。很快，结婚证办好发给了他们。同志，这里有5斤糖票、16尺布票、半斤邮票、2斤续棉票，这些票据是给领完结婚证的新人特供的，拿好了。多谢。多谢。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天心父母让姐姐代替妹妹下乡，姐姐转头就跑去街道办帮妹妹报了名，还和刚相亲的男子领了结婚证。现在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得趁着派出所没午休前，赶紧把户口办完。盛，他刚想叫盛同志，忽地想起两人已经领了证，现在是合法夫妻，再这么叫就太生疏了，于是把同志2个字吞了回去。我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如果户口继续留在娘家，我担心以后会有一系列麻烦事，所以想迁到你那边去，你看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咱们现在就去派出所。两人马不停蹄地赶去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，有结婚证和户口本在，手续办得很顺利。办完后，他们又去了隔壁办公室，那里有粮食局派驻在派出所的干事。办完户口直接过去转粮食关系，等到全部手续办妥，已经差不多快中午了。你今天请了多久的假？半天，忙活了一个上午。现在盛启辉脑袋里的电量条只剩下2%的电量，平时在厂里5%的电量勉强能撑一天，前提是他这一天都是浑水摸鱼混下来的。今天上午实打实的忙到了，所以电量掉得很快。只剩2%的电量，只能随便找附近的饭店随便吃上一口了。估摸着吃完一顿饭也就差不多了，只能先委屈一下媳妇，等以后一定把这顿饭给补回来。我也请了半天，那咱们先去吃饭，等下次再约时间去买结婚用品。好。两人来到了饭店，咱俩领完了账，我是不是该上门去见见你父母？你看什么时候合适？明天吧，今天去时间有点太赶，晚上我先和我爸妈说一声，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，明天晚上你再过来。那明晚我去你厂里接你下班。行，到时东西也不用多带，照咱们之前说的，2瓶酒2斤猪肉就行。好，我记下了。明天上门，要是我爸妈态度不好，你千万别放在心上，他们没拿我换个好价钱，心里一定不舒服，指不定会拿你撒气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肯定是会护着你的。盛启辉看着苏葛严肃认真的表情，倏然间心口一处软下去，蔓延上丝丝缕缕的心疼。这个姑娘在家里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？凭她的条件，明明可以找个更好的男人，可她却匆忙选择了我。那个家庭究竟把她逼到了何种境地？你放心，无论他们明天说什么，我都不会放在心上的。吃完饭，苏葛没让盛启辉送，自己登上前往纺织厂的公交车。苏葛说是回纺织厂，其实半道下车回了家，家里罗香花和苏晴还在等着他回去，想让苏葛带苏晴去纺织厂办工作转让手续呢。姐，你去哪儿了？去街道报个名，报了大半天都不回家。你还知道回来？报名报哪儿去了？妈，有个事和你说一下，我结婚了。啥？罗香花一下子没反应过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我说我结婚了，今天上午刚办的手续。结婚？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
你结婚了？我结婚了。说着，苏葛从兜里掏出结婚证来，在罗香花和苏晴娘俩面前展示了一番。苏晴被气得眼前阵阵发黑。明明早上大姐你去街道办时还说的好好的，等办完下乡手续就回来带我去厂里，结果可倒好，直接去结婚了。原来打一开始你就不愿下乡，在城里有工作或是结了婚的人都不用去下乡，现在你两样占齐全了。妈，你看姐，你这婚跟谁结的？人都没领回来给我和你爸看，你就敢擅自结婚，胆子肥了你！我自己的终身大事，自己做得了主。总之，婚我现在结完了，工作我也不会让出去。至于下乡，该是谁去就谁去。一向乖顺的大女儿突然态度强硬起来，罗香花实在接受不了心理落差，一句话卡在嗓子里吐不出来。你们同意呢，明天就让他上门来见一面；你们不同意呢，也就不用见面了。回头我会搬出去。等等，他给了多少彩礼，你就嫁了？终于问到了点子上，那你和我爸能给出多少嫁妆？嫁女儿不就是用来赚钱的吗？哪能往里面搭钱？那不是傻子吗？他随手拿起扫帚，二话不说要往苏葛身上招呼。嫁女儿不就是用来赚钱的吗？哪能往里面搭钱？那不是傻子吗？嫁妆想都别想。那他那边同样没有彩礼。我们含辛茹苦把你养这么大，你一分钱不要就把自己给嫁出去了。苏葛，你脑子坏掉了是不是？苏葛不想和他多废话，从衣兜里掏出户口本和粮油本。户口我已经转走了，粮油关系也跟着转过去了，以后我和这个家没关系了。等你爸回来，看他打不死你。敢打我，我就去革委会告你们包办婚姻，封建礼教的残余，阻挠自由恋爱，看革委会的人怎么说。妈，我不要下乡，我不要下乡，让大姐去下乡，我不要下乡。你鬼哭狼嚎什么？滚一边去！我现在不在意你们谁去下乡，我现在在意的是彩礼能有多少。去，到厂里把你爸叫回来。苏晴还在抽抽搭搭的抹眼泪，猛地听见他妈说去叫他爸回家，心里又燃起几分希望，一溜烟的就跑出去了。谁家嫁出去的姑娘还住在父母家里？我已经领了证，今晚就搬走，不碍你们的眼。爸，我姐她翅膀硬了，根本不把你和我妈放在眼里，刚才一直跟我妈大吼小叫的，简直翻天了。苏晴遇事说，苏志胜脸上就愈发黑3分。他随手拿起扫帚，二话不说要往苏葛身上招呼。苏葛哪能任他打，拎着包袱一溜烟的冲出门外。救命啊！老苏家要打死人了！救命啊！附近的邻居们全都围了上来，有爱管闲事的大妈们直接出来问苏葛到底发生了啥事。我爸妈要卖女儿，我不从。我爸现在拿扫帚要打死我呢。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以为还是旧社会，随便买卖闺女，这种思想落后分子得进行再教育。葛大嫂，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家小葛惹他爸生气，父女2个闹矛盾，没大事。什么误会？分明是你们搞封建主义那一套，想包办婚姻，阻拦自由恋爱。葛大妈，我现在就要去革委会举报他俩。居然还有这回事！葛嫂子，别听孩子他瞎说，根本没有的事。他自由恋爱，我和他爸特别支持。你看，包袱都给他打好了，正要送他去婆家呢。就这样去，连点嫁妆都没有吗？太仓促了，没准备啥嫁妆。不过男方也没给彩礼，算是扯平了吧。小葛，这事你想咋办？要是还想告他们，大妈带你去革委会。大妈，他们毕竟是我亲爸妈，不到最后一步，我也不想闹成这样。既然他们愿意和平解决这事，那我就退一步，您来给做个见证。如今彩礼嫁妆都没有，这件事扯平，今后谁都不许再拿出来翻小肠。另外，我带走的都是我的随身用品，没多拿家里一针一线。他们如果冤枉我偷拿了家里什么，这个我可不认。还有，初中毕业我就参加了工作，工作8年，每个月工资只留1块钱零花，剩下的全都交给了家里。这些年有多少钱，大家可以算一算。现如今我嫁了人，以后工资得归我自己经管。我爸妈若是因为这个跑去我婆家闹，或是造谣我不孝顺不管家里，烦请今天在场的各位给做个见证。苏葛委屈愤懑的一番话说完，在场众大妈都惊呆了。平时他们知道苏家老2口苛待大闺女，可没想到会到这种地步。一个大姑娘家的，1个月就给1块钱零花，剩下工资全都交到家里，也太狠了。几人唠嗑了好一会，最后在葛大妈和一众大妈的见证下，苏葛算是和苏家撇清了关系，顺利拎着自己的包袱离开了。来自21世纪的苏葛穿书到70年代，为了躲避原主悲惨的命运，给自己找了个病殃殃的老公。你怎么就让小苏一个人回家了？按理说该陪着去一趟，至少得认认门。现在可好，你们2个结婚证都领了，你连岳父家的大门都还不认得。姑奶，忙活一上午，我身体实在撑不住了，但凡还能坚持，我就跟苏葛一块回去了。不过我俩说好，明天过去他家，明晚下班我去纺织厂接他。这还差不多，
你俩商量彩礼给多少了吗？苏葛说不用给，他们家也不给嫁妆，两边就都不给了。明天上门拎2瓶酒，带2斤肉就行。哪有这么草率的？就算号召结婚一切从简，也没有你们这么个简单法。嫁妆和彩礼不给，但是上门的4礼给一带足了。明天请个假，去买2盒点心，外加2罐饼干，一起拿过去。知道了。突然外面传来敲门声，是小苏呀，快来，快进屋。盛启辉看到苏葛的表情，再看到他手里拎着的包袱，就知道苏葛8成是跟家里闹掰了。盛奶奶也看到了苏葛手里的包袱，刚要开口问，就被盛启辉给打断了。走吧，进我屋里说。苏葛和盛启辉进了屋，把家里下午发生的事说了一通。我和家里闹翻了，家里肯定是没法回了，所以来问问你，我能不能今天就搬过来？当然，这里也是你的家，随时都可以搬过来，只是屋子还没来得及收拾。原本想着等买完结婚用品，再去买一张大点的双人床，买个柜，把这屋好好拾掇下，挑个黄道吉日把酒席办了，再把你接过来住。眼下是来不及了，只能先凑合着。看到苏葛那个小包袱，盛启辉既心酸又心疼。媳妇在娘家过的到底是什么日子？全部家当加起来就这么一点，就连大院里收养的闺女过的都不知比她好多少。今天太晚了，时间来不及，明天早上咱们先去厂里把婚假请了，然后去百货把结婚的东西买齐全。婚假统共就3天，我看干脆咱们也别选黄道吉日了，挑一天把酒席办了吧。还要办酒席吗？上面号召革命婚礼，不兴大操大办，一切从简。一直以为酒席啥的都不用办了呢。媳妇和娘家人已经闹翻了，如果办酒席，娘家人估计一个都到不了，到时候她肯定心里不舒服。若是大院里的人在背后再说点啥，怕她更难受。其实酒席办不办都行，我身体不大好，办酒席太耗精神。要是你同意的话，干脆咱们就不办了。我听你的，那咱们就不办了。我对像酒席这样形式化的东西就没啥兴趣，何况刚穿到这个年代第3天，还没适应好，实在不想一下子应付那么多陌生人。两人商量妥当后，便出了屋子。屋子里有2个小孩正惊讶地看着苏葛。这是你们的小沈，叫苏葛，以后他就和咱们一块生活了。这就是我侄子盛瑞，侄女盛佳，一个10岁，一个8岁，都在上小学。你们好。盛瑞没吱声，盛佳小声说了句：小沈好。小叔，我们写作业去了。说完，两人一溜烟地进了北屋。院子里有些人总爱背后说这说那，2个孩子还太小，估计是信了他们的话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放心，我多大的人了，怎么会和小孩子计较？再说2个孩子挺可爱的，我很喜欢他们。哥，你刚刚为什么不跟小沈说话？那样太没有礼貌了。哼！哥，你是不是听了前院许大妈的话？她说等小叔娶了媳妇，咱们2个就要被送去福利院了。你别听他瞎说，小夫才不会把咱们送去福利院。哥，我觉得你信了许大妈的话，不然为啥那么对小沈？我不知道，就是不想说话。小沈看起来挺温和的，笑起来好漂亮，我觉得咱们该对小沈好一点。小沈高兴了，也许就不送我们去福利院了。哥，我不想去福利院。不去福利院，哥哥不会让你去福利院的。盛瑞嘴上这样说，自己心里却没有底。另一边，盛奶奶在厨房里忙活，苏葛不好意思坐在外面等吃现成的，便想进去帮忙。没啥好帮的，一会儿就完事了。等我过2天走了，家里家外还得靠你们2个，到时候你得费心了。你要走去哪儿？回家呀。你和启辉的事办妥了，我也该回家去了。我住在隔壁市，来回有客车，很方便。回头让启辉带你上我家来认认门。苏葛以为盛奶奶跟他们住在一起，没想到盛奶奶只是过来帮着盛启辉张罗婚事的。我们盛家原来人丁也挺兴旺的，在滨江是个大家族。后来到了我大哥，也就是启辉爷爷当家的时候，他吸大烟又赌博，把家产全给霍光了。我大哥身体也得造完了，一辈子就启辉他爸一个孩子。启辉他爸妈去得早，启辉打小身体就病歪歪的，也吃了不少苦头，是他大哥把他拉扯大的。他跟他大哥感情很好，现在他大哥没了，留下这2个孩子。先前街道办的人劝送到福利院去，启辉说啥也不同意，一直都自己带在身边。现在你嫁过来，2个孩子又都大了，难免有磕磕碰碰的时候，到时候还请多多担待吧。姑奶，这个我敢保证，只要我和盛启辉有一口吃的，2个孩子就有一口吃的，我们绝对不会抛下他们不管的。好孩子，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。
不光盛奶奶担心，姑莫大院里不知多少人等着看我这个婶子咋样容不下侄子侄女呢。很多事多说无益，说了别人也不见得会信。事实胜于雄辩，日后做了他们自然就明白了。晚饭过后，苏葛回到房间。我这个身体活动一会儿就累，得躺着补充休息。早上看着还算精神的一个人，此刻眼睛下面又挂上了黑眼圈，脸色有些苍白，看着气血很不足的样子，还真是没骗人，身体果然很不好。等等，他这个样子，那方面能行吗？记得点赞关注哦。我怎么感觉他好像很不行的样子？先前光想着身体差点，家里负担重，至少比嫁给傻子强。可是现在自己好像要守活寡了。等等，盛启辉之前说过什么来着？多则1年，他的身体就能好。可是也没见盛启辉吃什么药，怎么就那么肯定1年能好呢？苏葛左看右看，也没看到屋里放着药瓶之类的东西。在找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随处看看。我去给你打水，你先洗漱吧。过了片刻，盛启辉端着脸盆走了进来。脸盆我洗过了，你先对付着用，明天咱们去买新的。苏葛洗干净脸后，看到盛启辉从柜子里翻找出一床新被褥，把旧被褥换了下来，抱着旧被褥准备出去。你去哪儿？我去堂屋睡，你在床上睡吧。为什么要去堂屋？那里睡觉不舒服，晚上还冷。你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受不了的。这床够大，睡得下2个人。我想着才领证，怕你不适应。这个年代的人果然好纯情，瞧瞧自家老公，才说了一句就害羞成这样。就他这把弱不禁风的身体，要真在堂屋睡一个晚上，也不知道会不会直接病倒了。我可不想才过门就当寡妇，活寡可以暂时守，寡妇是绝对不要当的。累了一天，赶紧睡吧，明天还得早起去买东西呢。说完，苏葛垂下头开始解衣裳。从苏葛解扣子开始，盛启辉简直坐立难安，索性端着脸盆出去倒水了。过了好半天，盛启辉才从外面回来。苏葛此时已经很困了，这一天跟打仗似的，弄得他精疲力尽，一躺进被窝里，眼皮就开始打架。半睡半醒间，他含混地应了一声，眼皮实在睁不开。这张床过去只有盛启辉一个人睡，严格意义上是一张稍微宽些的单人床，一下子躺了2个成年人，床就显得有些小了。2个人必须紧贴在一起，才不至于掉下去。盛启辉这边，他这会儿心脏砰砰砰一阵狂跳，由于和媳妇有了亲密接触，不一会体内电量条蹭蹭的往上涨，一会儿功夫就已经突破7%，直奔10%。是不是只要跟媳妇挨靠着，电量条就能一直这样涨下去？那岂不是睡到明天早上，电量条就能冲到100%？盛启辉高兴没超过3分钟，迅速充电的电量条猛地停在了10%的位置上，再也不肯往上涨半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媳妇给我充电也是有上限的吗？最多就到10%，这可怎么办？当初还跟媳妇夸下海口，1年就能恢复成正常人。然而现在，如果1年到了，自己身体还是这样病歪歪，岂不是成了骗婚的？听到耳边苏葛睡着后的均匀呼吸声，盛启辉都不知道明天该怎么面对他了。苏葛迷迷糊糊的睡着，这一觉睡了个昏天暗地。等他再睁开眼睛时，看清周围的一切，觉得自己可能是做了个梦中梦，还没睡醒呢。身下不是暄软的床铺，而是硬邦邦的水泥地面。放眼向四周看去，一排排高大的货架，上面落满了各种货物，有衣服、布料、日用品、化妆品等，全是70、80年代的产品。总觉得这里好熟悉。等等，这不是自己所工作的会展中心的仓库吗？前段时间，会展中心举办了一届70、80年代怀旧商品展，这个主题还是我策划运营的。这次商品展特别成功，圆满结束后和同事们一起去庆祝，结果一觉醒来就穿到了1976年。商品展结束时，我记得也都卖得差不多，可如今这些商品都还好好的摆在货架上，原封不动，和商品展开始前一模一样。难不成因为自己策划了这次商品展，才会被扔到1976年？苏葛下意识掐了一把胳膊，好疼！如果是梦境，自己为什么会感觉到疼呢？如果这不是梦境，那么有没有可能这是我的空间呢？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，苏葛照着在小说中看到的那样，用意识默默念叨着。出去。耳边传来盛启辉熟睡的呼吸声，一股难言的兴奋在苏葛心头蔓延开，恨不得现在立刻试一下能不能回到空间里。但看了眼旁边的盛启辉，苏葛还是压下了激动情绪，不能贸然进去，万一盛启辉醒过来看到我不在，那就坏事了。还是等明天找个没人的地方再尝试吧。起来了。昨晚睡得还习惯吗？挺好的。姑奶已经把早饭做好了，咱们出去吃吧。一会儿就找个没人的地方，进空间里看看有没有灵泉水，要是真的有，给盛启辉每天喝一些，他身体很快就能好起来。姑奶，盛瑞和盛家呢？他们2个吃过饭，上学去了。苏葛看着桌子上的玉米面馒头和2碟咸菜，不由得感叹道：
盛家的伙食比起苏家强许多，而且这里没有人和我抢，能吃饱肚子。我先去厂里，请完假再去纺织厂接你。早饭过后，苏葛回到厂里，找到杜秋梅，把昨天领完证的事和她说了。领证？前天见面，昨天就领证了？师傅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前天晚上，我爸让我把工作让给二妹，替二妹下乡，我不愿意，就想着结了婚嫁出去，他们也没法再逼我了，所以才匆忙领的证。他们也太过分了。杜秋梅气得够呛，看徒弟那小模样，又心疼的不行。小可，你等下。杜秋梅转身进了更衣室，再出来时塞给苏葛10块钱，还有一把粮票。这10块钱是师傅的礼钱，这些粮票你拿去置办酒席用吧。打算啥时候办？日子定了吗？师傅，我们不打算办酒席了。苏葛把粮票塞回给杜秋梅。怎么就不办了？是男方不想办？不是，是我和他商量的，不办了。苏葛把自己和家里闹翻的事跟杜秋梅说了一遍。做得好，你爸妈那边闹僵就闹僵了，以后好好过你们的小日子。娘家人不管谁来打秋风，都别心软。杜秋梅把粮票又塞回给苏葛。这些你拿着，小家庭刚开始过日子，需要这些。10块钱在这个年代是很大的礼了，一般只有至亲才会给这个数，再加上还给了粮票。杜秋梅是真心实意的对自己这个徒弟好，在她身上，苏葛体会到了在苏家根本体会不到的温暖。他现在也确实需要粮票，便没再和杜秋梅推拒，把粮票收了下来。婚假3天，赶紧趁着这几天把结婚该置办的东西都买了，酒席不办，该买的东西不能少。知道了，师傅，那我走了。去吧，一会儿我跟主任说一声。苏葛离开车间，这个时候已经过了上班点，工人们都各就各位在干活。苏葛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，确认四下无人，便尝试着进空间。先前他用意念出来，这回他用意念说了句进去，成功了。原来之前不是在做梦，是真的拥有了空间。苏葛进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空间整个查看了一遍。空间很大，苏葛尝试了下，他的意念可以覆盖整个空间，想要什么东西不需要走过去拿，只要想一想，东西就会出现在手上。接着苏葛用意念在空间里查看一圈，边边角角都看到了，也没发现灵泉。苏葛有些微的失望，想用灵泉给盛启辉治病这条路看来是行不通了。从空间里出来，等苏葛赶到工厂大门时，盛启辉已经等在了那里，身边还有一辆自行车。这是我师傅的车，借给咱们用1天，晚上回去还给他。有自行车坐，不用走路，苏葛自然是高兴的。买这样一辆自行车要多少钱？100多块，不过重点是没有自行车票，自行车票太难弄了。车间这个季度发了1张，本来师傅说我身体不好，提议给我的，奈何大部分人都不同意。不过也怪不得别人半天的工作量抵得上我2、3天的了。要不是看在我大哥为抢救厂里财产牺牲的份上，这些人绝对要把我撵出电焊组。要不是有厂领导和师傅保我也干不到现在。等以后吧，我会想办法弄1张自行车票来。不用，我就那么一提，坐公交车也很方便的，冬天还不冷，不用担心滑倒。两人到了百货商场，先用16尺布票买了床上用品，等这些都买完，领证给的布票都花光了还不够，又往里添了20尺布票。再给你买几块布料，做2身春秋穿的衣服，眼看天要热起来了，再做2身夏天的衣服，你挑一挑，看哪个颜色好。结婚要给新娘子做衣服，这一点苏葛是知道的，但他本以为以盛家的条件，给自己做件上衣就差不多了。回头他找个由头，从空间里拿布料出来，自己再做身衣服。没想到盛启辉这么大手笔，上来就要给他做2套春秋的衣服，2套夏天的衣服。这个年代每个人每年才发16尺5的布票，做1套春秋衣服要大约9尺7的布，1套夏装要大约8尺5的布，各2套的话，加在一起又要拿出30多尺的布票。这么一算，前后盛启辉花出去的布票要50多尺，差不多抵他4年发的布票了。不用了，我衣服够穿，做1件就行了。再说，咱们已经买了那么多布，手头的布票还是省着点用吧。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，该花的不能省。我看碎花的布料挺好，还有蓝色格子的也不错。苏葛正想再说些什么，盛启辉却已经招呼售货员：同志，麻烦蓝色格子和碎花布料各要6尺，黑色布料要8尺。这位同志真有眼光，这2种颜色是我们这里卖的最好的。售货员说话间拿过尺子和剪刀，开始剪布料。上衣做蓝色格子和碎花的，裤子做黑色的，可以吗？这2种布料苏葛刚刚也看中了，便点了点头。你再看看夏天衣服买哪种布料好？夏天的2件就算了吧，我们厂里经常会有内部处理的瑕疵布，价格便宜还不要票，到时候我买那个做衣服。再说盛瑞和盛家个头窜得快，现在穿的衣服可能下半年就穿不上了，给他们留点布票做衣服吧。他们2个不用咱们操心，姑奶把我大哥和大嫂的衣服都改销给盛瑞和盛家穿，剩下的布料也都留着，说等他们长高了再做新的。这还是盛启辉第一次提到大嫂，之前相亲时他只提到大哥为了抢救厂里财产牺牲，至于大嫂的去处他一直没说起过。苏葛正要开口问，刚巧售货员把裁好的布料拿了过来。
小同志，我见过这么多来买布料的新婚夫妻，你爱人可是头一个主动给买这么多布料的，你真有福气。谢谢。苏葛不知道，就在他突然握住盛启辉手的那一刻，盛启辉身体里的电量猛地向上窜去，直逼10%。就在盛启辉以为电量条会停在10%的时候，他却越过了这个数字，11%、12%、13%。在盛启辉错愕的神情中，电量条涨到了13%，并最终停在了那里。此刻，盛启辉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。这人，我就说了声谢谢而已，至于这么惊讶吗？盛启辉又领着苏葛去卖手表的柜台。按理说咱们结婚，家里该置办些大件，但一个是家里确实没有那么多钱，再一个也没有那些票，所以我想着给你买块手表，咱们再买台收音机，其他的以后慢慢置办，可以吗？盛启辉所指的大件，是这个年代开始在城市里实行的3转一项，也就是结婚时要买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这3转，以及收音机这一项。收音机就算了，我平时也不爱听，不过手表有一个看时间倒是挺方便的。柜台里摆着不同款式的手表，营业员介绍说卖的好的是瑞士表以及上海表。苏葛问了下手表的价格，最便宜的本地产17钻全钢女表还要70块钱，他当即就打消了念头，太贵了，还是算了吧。苏葛拉着盛启辉就要走，盛启辉却从他刚刚看手表的视线中看到了他眼底的渴望。他站定了没走，让营业员把上海表拿出来试戴一下。很快，一块小巧的白钢女士机械表戴在了苏葛白皙的手腕上。苏葛正要摘表带，被盛启辉抬手按住了。同志，就要这块了，我现在交钱和票，手表我爱人直接带着走。120块一张工业券，一块上海表要120块，抵得上我3个多月的工资了。按21世纪的物价换算，这块表怎么也要1万多。他转头正想说干脆算了，不买了，却见盛启辉犹豫都没犹豫一下，直接掏钱和票。付完后，两人又买了几斤喜糖和一些日用品。最后两人从百货商店出来，差不多快要中午了。咱们吃饭去吧，是不是饿了？走了一上午，确实有点饿了。盛启辉带苏葛去了附近一家国营饭店，因为是饭点，国营饭店里人很多，两人好不容易才挤了张桌子坐下。盛启辉把手里东西放下，让苏葛坐下等会儿，他去窗口排队点菜。苏葛，真是你，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。苏葛知道这是原生的好朋友，苏葛便也热情地打招呼，尽量贴合原生和他过去的相处方式。哎呀，太巧了，你也过来吃饭。上午请假出来办点事，正好在附近，就过来吃一口。你呢？我出来买东西，刚从百货商店出来，也想着过来吃一口。小葛，我听说你嫁人了，还和家里闹翻了，是真的吗？昨天刚领证，还没来得及通知你。对了，正好看见了，给你抓把喜糖，上午刚去买的。苏葛给宋盼娣抓了几块奶糖和水果软糖，宋盼娣看着他手里的糖，悠悠叹了口气，接过糖，眉间却仍是皱着。干嘛？有糖吃还这么愁眉不展的？我听说你和人家相亲，就见了一面就嫁了。这也太仓促了。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，万一对方品行不好，后半辈子你要怎么办？苏葛知道这位闺蜜是真心为自己着想，但仓促结婚也是没办法的选择。不嫁怎么办？等着我爸妈逼我把工作让给苏晴，然后替她下乡吗？事已至此，也只能这样了。不过你爱人怎么样？人还行吗？还不错，人挺好的，对我也挺好。那还好。他家里呢？公婆待你怎么样？没有公婆，他们早年就过世了，家里只有他一个。没有公婆，这虽然我不该这么说，但没有公婆可省了不少事。只有你们2个过日子，可太省心了。这年头遇到个婆婆，当媳妇的能被搓磨的不像样。小给你找了个没有婆婆的，不用想着解决婆媳矛盾，也不用伺候公婆，日子过得简直不要太舒服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他还有2个侄子侄女在一起生活，是他大哥的孩子，他大哥因公牺牲了，留下2个孩子没人管，他一直在照顾，以后是我们一块照顾了。我就知道，哪有那么好的事，不需要伺候公婆，却有2个小拖油瓶要管。算了，总比跟公婆一起生活强。侄子侄女等大了早晚要出去过自己的，总不能跟着你们一辈子。再说以后你们还会有自己的孩子。我和盛启辉自己的孩子，我还没敢想那么久远的事。眼下盛启辉的身体情况，能不能那个都说不好，孩子的事还真的不敢想。打算什么时候办酒席？不办了，我家里那个情况你也知道，办婚礼娘家人一个都不会来，索性就不办了。你家里那些人，反正咱们2个都那样，我家里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宋盼娣抱怨了一句，能看出心情不是太好。苏葛正想多问他一句，这时盛启辉却从窗口那边回来了。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宋盼娣，这是我爱人盛启辉。妈呀，这就是苏葛见了一面去领证的丈夫，长得也太帅了吧！长成这样也需要出来相亲嘛？身边的女同学、女同事什么的都眼瞎了吗？看来先前我还真是白担心了。眼见着人家小2口要吃饭了，
宋盼弟也不好继续在这儿待着。再者，和他一起来的人已经点完了饭菜，正招呼他过去坐。能看出来你们感情很好。一起长大的，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学，后来又一起考到纺织厂，感情确实很好。那下午咱们去哪儿？先回家把东西送回去。姑奶说布料买回来，她赶紧把被面和衣服给做出来。被面快的话，今天一下午就能做好；衣服稍微慢一些，要2、3天。不过这周怎么都做出来了。让姑奶费心了，她说要回家的，这下耽搁她回家的时间了。没关系，她本来就说要把被面和衣服做好再走的。等她回家的时候，多给她带些喜糖回去，我再买点鸡蛋糕给她拿上。那咱们下午就去买吧。不急，鸡蛋糕放不住，她走的前一天去买就来得及。你想不想吃？想吃咱们先去买一些。不用了，你点这么多菜，咱们都要吃不完。听你的。苏格转身正要走，忽的手被拉住了。小叔，我们回来了。放学了，快洗手，准备吃饭。今天你们小沈做饭，让你们尝尝她的手艺。小夫，我进去帮小沈一起做饭吧。不用了，你小沈再炒个菜，咱们就能吃饭了。去跟妹妹一块把书包放下，洗个手。盛奶奶从北屋走了出来。哎呦，我这记性，孩子们都回来了，还没做饭呢。北屋没有表，盛奶奶缝被面缝得太投入，等听到盛瑞和盛家的声音，才惊觉已经到了做晚饭的时间。姑奶，您别急，苏格已经把饭菜做好了。小苏在做饭，这事闹的，我都说了，你们刚新婚，好好休息，家里的活我来干就成。姑奶，没让她一个人做，我帮着一起干的。你帮着一起？盛奶奶瞳孔放大，一脸震惊。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头晕不晕呀？姑奶，我没事，自从结婚后，感觉身体情况好多了。忽的，盛奶奶想到了什么，整个人一下子愣在原地，眼睛都发了直。姑奶，你怎么了？姑奶，姑奶。盛启辉又叫了2声，盛奶奶这才回过神来。我这次从老家过来前，偷摸去找了个会看卦的，私底下给你算了一卦，人家说你的病若想有起色，得靠结婚冲喜。我本来还不信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这小苏啊，真是你的福星。听了姑奶的话，盛启辉一时五味杂陈。若是放在前世，他是绝对不会信这些怪力乱神之说。可这辈子经历过重生，加上脑子里的电量条，就算他是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，现下也唯物不起来了。你别不信，我找的那个人可灵了，十里八乡的都偷摸去他那里批八字算姻缘。所以您这次来才这么着急让我相亲，一开始还打算瞒住我的身体情况和小瑞小家的事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小瑞都告诉我了。相亲那天，你给了小瑞5毛钱，让他放学后带着小家在外面买零嘴吃，晚点再回来。我那还不是为了给你尽快找个媳妇，要是说实话，好姑娘吓都被吓跑了。姑奶，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，但这些情况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辈子，早晚都得知道。跟苏格领证前，我把所有情况都告诉了他，否则就算结了婚，人家觉得被骗了，日子也照样过不下去。这次是姑奶关心则乱了，下不为例。姑奶，要是您能不回老家，一直住在滨江就好了。我要是在老家无牵无挂，那肯定不走。可你姑爷还等我回去呢，他腿脚不利索，出来几天，我这心里就担心的够呛。姑奶和姑爷一直没孩子，可老两口恩爱了一辈子。那几年姑奶过来帮着照顾盛瑞盛家的时候，姑爷也跟着一块来了。后来姑爷在老家摔伤了脚，行动不便，后面盛奶奶再过来，他就没办法跟过来。盛启辉虽然舍不得姑奶，可也同样心疼姑爷。行，您打算哪天走？提前和我说，我去把票买回来。别了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火车站售票窗口买票，拿着介绍信，这些我都知道。我身体真的好多了，去买票绝对没问题。我跟您打包票，我跟师傅借自行车，快去快回。放心，不会晕倒在火车站的。看他一脸自信的模样，盛奶奶终于吐了口，同意他去了。两人说完话，苏哥把菜炒好端了出来。我帮你。盛瑞和盛家2张惊讶脸看着他。小叔这是怎么了？平时下了班回来就歪在床上，能坐着绝不站着，能躺着绝不坐着，总是病怏怏的。小叔今天怎么突然这样有生气了？以后小叔身体会越来越好的。不过你们2个呢，该干的活还是得干，咱们家不养闲人，都得劳动起来。说完，他又钻进厨房，端盛饭的盆去了。这顿饭5个人围坐在饭桌旁，吃得其乐融融。相处了2天，苏格感觉自己已经慢慢融入到盛家的生活当中。他能明显感觉到盛瑞和盛家对他的态度和一开始有了很大的不同。一顿饭吃完，苏格还想收拾桌子，盛启辉把他拉到了一边，让小瑞和小家收拾吧。眼见着天黑了，咱们先去分喜糖，不然一会儿就太晚了。对，你们赶紧去吧，这会儿别家也都刚吃完饭，正好。于是2人拎上几包糖果，
准备去大杂院里分喜糖。大杂院里人多嘴杂，有人说了什么难听话，别憋在心里不说，听到了回来告诉我。还有前院的许家，从老一辈起就跟我家有下戏，而且许大妈和儿媳妇宋宝妮爱传闲话，什么没边的闲话都能被他们传出800里远，不用害怕，有我在呢。分完喜糖后，苏葛觉得脑子有些胀乎乎的，一下子接触的人太多了，他都记不过来。累坏了吧？赶紧回家休息。那你呢？我去给师傅送自行车，他明天上班还得用，我现在给送回去，免得耽搁他上班。好吧。也不知道他师傅家距离大杂院有多远，应该距离不近，不然这么久早该回来了。正想着，外面传来推门的声音。回来了，累了吧？你躺着吧，我去给你打水洗漱。苏葛转身正要走，忽的手被拉住了。男子一回到家，就急匆匆拉起媳妇的手。昨天我们谁也没提要那个，难不成今天盛启辉有想法了？原来男子自重生归来，脑子里就有了电量条，每次和媳妇接触可以让他迅速恢复体力。你今天也累了，回床上躺着吧，我直接去水池那边洗。说完便转身走了出去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明明刚才还一脸疲态的，一会儿功夫，盛启辉精神头似乎好了不少。又不是广告里的手机，充电5分钟，续航10小时，一个大活人哪有恢复那么快的？盛启辉速度很快，约莫10分钟就洗漱完毕回来了。我刚才去师傅家，让师傅我帮着介绍了一个厂里木工做得好的师傅，明天上午人家就能过来。我打算让他给打一张大些的床，现在这张睡咱们2个不够宽敞。行，照你说的办。对这事，苏葛自然是没有意见的。两人又聊了会儿打张什么样的床，要不要去买张床垫子之类的话题。这回在灯光下，苏葛看清了盛启辉的面色，的确比先前好了许多，眼睛底下的乌青也不见了。这人好像累得快，恢复的也快，真是奇了怪了。你们做新床了，地下铺的褥子也得重新照尺寸做一床。结婚领的续棉票还没用吧？我这里还有几张，凑个5斤棉花给你们做床褥子。马上到夏天了，其实做床薄一点的，差不多3斤的褥子就行，睡起来凉快。不过滨江夏天短，薄褥子睡不了多久，又怕你们睡起来太硌，还是直接做一床5斤的褥子，春秋也能用。等我回去老家，给你们再邮几斤棉花过来，做一床冬天的厚褥子，这样春秋和冬天都够用了。在这方面，苏葛没啥意见，全听盛奶奶的。这些东西他只有原生的记忆，除此之外半点不同。就这样，两人揣着续棉票，带上钱，准备前往百货商店。今天没有自行车，他们只能坐公交车去。到百货商店，很快买完5斤棉花。姑奶着急要棉花做褥子，咱们赶紧回去吧。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咱们再去其他柜台看看。这2天在家里住，有没有缺什么东西？咱们顺道买回去。可是好像我们没什么缺的。那边挤了好些人，好像在抢购什么。好奇心驱使下，苏葛走过去，想看看这样被大家疯抢的到底是什么好东西。刚巧一个大姐奋力从人堆里挤出来，满脸喜色，手里拿着一双蓝色塑料凉鞋。还不赶紧去抢！今天供应不要票的塑料凉鞋，一会儿晚了尺码就不全了。这才5月份就开始卖凉鞋了，听说这批鞋都是鞋厂的库存，要不然能不要票往外卖吗？赶上了就赶紧抢一双，这种好事可遇不到下一次。别舍不得，想买就买。说完塞给苏葛5块钱。还有最后50双，卖完为止。苏葛也奋力往人堆里挤进去，挤到中间时，苏葛压根不用靠自己往前走了，完全是被推着过去的。他都没反应过来，就已经被推到了柜台前。很快，苏葛买了鞋子走了出来。买到了。买到了。走吧，咱们赶紧回家，姑奶一定等着急了。两人坐上了返程的公交车。由于车上人很多，已经没有位置坐了。来，咱们站这边。这时，在公交车前方，一辆自行车突然横穿出来，把司机师傅吓了一跳，猛踩一脚刹车，猝不及防的一下，自行车避了过去。公交车上的乘客却遭了殃，好些乘客都向后摔倒。启辉，你怎么样？撞在哪儿了？让我看看。我没事，别担心。盛启辉明显疼得不行，还为了安慰苏葛，勉强撑起一个笑容。苏葛他心间一阵发酸，看着盛启辉那硬扯出来的笑容，只觉得这个人傻气的让人心疼。明明那么痛，还为了让我放心，硬逼着自己笑出来，很疼吧？还好。嘴硬，都伤成这样了，怎么会不疼？手头没有药，只能回家再处理了。哪有那么金贵？这时苏葛手指轻触到伤口上，盛启辉疼得直抽泣。不过下一瞬，他整个人就懵住了。我没看错吧？刚才涨到13%的电量条，竟然不知为何突然往前进了2小格，眼下已经变成了15%，电量条再一次突破了。盛启辉把刚刚发生的一切在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后，终于想清楚了这2日困扰他的问题。令电量条不断突破的原因与日期的递进无关，
与买东西也无关，对他起决定性作用的，似乎是媳妇的情绪。上次买完结婚用品后，媳妇明显被感动到了，今天自己挡了那一下，媳妇看起来又被感动到了，所以想让电量条往上涨，就要让媳妇不断的被感动。此刻，盛启辉心情极为复杂的偷瞄苏葛。想感动一个人，用真心是最有效的方式，只要自己不遗余力的对媳妇好，说不定用不上1年，电量条就能达到100%，到时候自己就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，也能和媳妇生几个可爱的小崽子。等下公交车时，胳膊的那点疼对盛启辉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了，他现在满心都被自己勾勒出的美好未来满满占据着。受了伤，高兴成那样，我都有点怀疑他撞的不是胳膊，而是脑袋了。几天后，新床和新被褥都做好了，要不要躺上去试试？苏葛确实有点心动，奔波一天，他也的确有些累了，便从善如流的脱了鞋，上床躺在了自己常睡的那一侧。新棉花的气味就是好闻，新做出来的褥子睡起来真的好舒服啊。苏葛美美的躺在床上，不知啥时候盛启辉也躺了上来，他侧躺着，笑眯眯的看着苏葛。干嘛这么看我？我媳妇真好看。油嘴滑舌。苏葛这回把心里腹诽的话说了出来，盛启辉却不以为楚，反而向他靠近了些许。一时间，两人仿佛又回到睡单人床那时候，挨靠在一起。这么大的床，你还要挤我？媳妇，我想挨着你。媳妇，我能抱抱你吗？刚才还觉得这男人挺会，现在又觉得啥也不会，想抱还需要问吗？苏葛抬头望着男人完美的下颌线条，鬼使神差的凑过去，在他下巴上轻轻亲了一口。女子只是对男子轻轻亲了一口，没想到男子却愣住了。哼，刚才的黏糊劲儿呢，怎么一下子全没了？这男人的本质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就是只纸老虎。我累了，你一会儿。刚才媳妇那样主动，如果我是个正常男人，肯定要反客为主，抱住媳妇狠狠地亲上一顿。可我实在害怕被媳妇发现，只有3分钟。媳妇，姑奶已经把晚饭做好了，盛瑞和盛家也放学到了家，起来吃饭了。你怎么不叫醒我？我好帮姑奶做饭。我看你睡得香，想让你多睡一会儿。没事，我最近身体好多了，能帮着姑奶干活。一家人围在桌子边开始吃饭。小苏，你太瘦了，要多吃点，多长些肉，这样以后才好生孩子啊。盛启辉看到苏葛对于这个话题很不自在的样子，连忙说道：姑奶，我们2个都还年轻，不着急要孩子。年轻啥？你今年都27了，希尔房的郑明章跟你一样大，儿子都会打酱油了，眼瞅着老二也怀上了。好了，姑奶，我和苏葛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，你就别操心了。盛启辉连忙打断了这个话题，因为再扯下去，姑奶能把大杂院的人都拉出来说上一遍。好了好了，不提那些了。小苏啊，姑奶也是随口一说，你也别往心里去呀，赶紧吃饭吧，一会儿该凉了。没事的，姑奶，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，我不会往心里去的。对了，婚假休完了，明天上班我打算给师傅还有张嫂子送些喜糖。我也得给师傅和大师兄带些喜糖，这次咱们结婚，他们帮了不少忙。买布料的布票，大部分都是师傅和大师兄给凑的，2个人几乎把半个月工资都给了我，还有攒下来的那些票据，可是他们2个也都拖家带口的，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。上辈子除了姑奶和侄子侄女外，师傅和大师兄对我来说就是最亲的人，可自己直到死也没有能力回报给他们什么，反而因为这烂糟的身体一直在给他们添麻烦。这辈子终于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了。在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只是想一些常理的事，多吃点，你太瘦了。一顿饭吃完，苏葛要去洗碗，被盛启辉赶回去房间休息了，他自己去水池边洗碗。滨江5月份早晚温差大，水龙头里的水太冷，盛启辉舍不得苏葛沾那么冷的凉水。苏葛回了房，盛家也跟了过去。小沈，我有事想问你。问吧。小沈，你和小叔是不是要有自己的宝宝了啊？苏葛没想到他问的竟然是这个，转念一想，估计是晚上盛奶奶的话被这小家伙听进了心里去。并没有，我和你小叔没那么快有宝宝。怎么，小佳想当姐姐了？前院许大妈说你和小叔有了宝宝就不要我们了，可我觉得你们不会不要我们的。但是今天放学许大妈看见我们，说我们要被送去福利院了。我总算明白了，难怪盛家看到我就总是怯生生一副害怕的样子，每次说话总是在小心翼翼的讨好，生怕说错一句惹我不高兴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小沈跟你保证，就算以后我和你小叔有了宝宝，你和哥哥也会安安稳稳的在家里待下去，哪怕将来你们长大了，离开这里去外面更广阔的世界，这儿也永远是你们的家。小沈，谢谢你。小佳别难过，有小沈和小叔在的地方就是你们的家，以后咱们一家4口要长长久久的在一起。
第二日，苏葛到了车间，精神头不错，看来婚后生活过得挺好。挺好的。我家那位除了身体差点，别的都很好。你过得好，师傅就放心了。约的时间，你带着小盛上师傅家来认个门，顺便吃顿饭，我们也好认识认识。知道了，师傅。中午吃完饭，苏葛从食堂出来，拐去了细沙车间找宋盼帝。原本我还想着去找你呢，没想到你先过来了。最近实在太忙，好久没顾上找你说话。上次在饭店里也就说了那么几句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我正要和你说我家的事呢，我妈最近又做幺蛾子，逼着我嫁人。我妈最近又做幺蛾子，逼着我嫁人。逼你嫁人？她有人选了？她看上了他们单位一个新来的男同事，非要让我跟人家相亲，说要招个倒插门的女婿。结果我去了，你猜怎么着？人家根本不知道倒插门这件事，一开始态度还挺好的，等听我提起倒插门，差点没指着鼻子骂人啊！这也是你妈能干出来的事。宋盼帝在家里是最小的，既没有哥哥也没有弟弟，所以宋母想招个上门女婿，好给宋家延续香火。小葛，你也知道我上面4个姐姐都出嫁了，就剩下我一个还单身。我妈想招上门女婿，只能把主意打到身上，我不肯，她就一哭二闹三上吊的，在家里闹腾个没完。我实在受不了，心想干脆顺着她算了，结果又闹出来这么一出。你回家和你妈说了这事吗？她什么反应？我妈还怪我呢，说我不该那么实心眼，上来就提倒插门的事，应该和人家多相处，2个人有感情了再提。问题是她也不想想，不是先说清楚，和人家相处我都不安心，怎么可能发展出什么感情来？根据原书中的记载，宋家最后如愿的招了个上门女婿，但宋盼帝过得并不幸福。那男的还和前女友跑了，宋盼帝怀着7个月的身孕遭人嘲笑，最后还早产生下了一个女儿。不行，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盼帝，听我一句，就算你妈急着招女婿上门，你也不能急。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，一个选择不慎，影响的是你整个后半辈子。放心吧，我肯定会谨慎的。不过小葛，我怎么觉得自打你结婚后变化好大？以前你最多和我一起唉声叹气，现在还知道讲道理劝我。那是肯定的呀，结了婚的人吗？怎么还能和以前一样？我肯定是越来越往成熟了发展。得了吧你，说你胖，你还喘上了。行吧，成熟的苏葛同志，什么时候有空带我去你家认认门？再等等吧，等我熟悉那边的环境，到时候我做一桌子菜，好好招待你。那我可等着了。两人有说有笑，又聊了好一会，眼看快到上班时间，两人在岔路口分开，各自回自己车间。之后几天，日子风平浪静。盛奶奶把苏葛的衣服做好后，收拾行李准备回老家了。盛启辉跟师傅借来自行车，去火车站买车票，又买了2斤鸡蛋糕和半斤糖装在一起，给盛奶奶带回老家。盛奶奶回了老家，晚上不能直接回家吃现成饭了。一下班，苏葛急急忙忙跑进厨房准备做晚饭。下班了，去洗个手，马上就能吃饭了。姑奶刚走，小瑞放学早，先让她顶一阵。我这几天会跟着她学做饭，等学会了，以后家里晚饭我来做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是会做饭的？我知道，可是你厂子离得远，每天上班又累，下班了能休息就多休息，家里活有我干就行。反正我的工作很轻松，厂子离得又近。焊工的工作怎么会轻松？明明身体那么差，却还要把家务一手包揽过去，只为了让我多休息会儿。这个男人怎么这么好呀？此刻，苏葛心间颤了颤，除了感动外，还生出丝丝缕缕别的情愫。习惯性的，他伸出手去，握住了盛启辉的手。而在两人肌肤相贴的那一刻，盛启辉浑身一个战栗，电量条不断上涨，一直涨到22%，这才停了下来。从15%一跃升至22%，电量条再一次突破了。俗话说，疼老婆的男人最好命。瞧，盛启辉的电量条又涨了。对了，盛家呢？他被他姥姥家人接走住一宿，说是明天晚上再回来。一直没听你和姑奶提起过你大嫂的事，她现在在哪里？还是说人也没了？想多了，她活得好好的。提起大嫂，盛启辉脸色沉下去几分。他在我大哥刚牺牲那会儿，就嚷着要立刻改嫁，还要我把大哥的抚恤金全部给他，可是他却不要2个孩子。后来呢？你把抚恤金给他了吗？给了一半，大哥的抚恤金不光有他的一份，也有2个孩子的份。最后他不情不愿地拿了一半，在大哥牺牲1个月后，远嫁到了外省。他就这么走了，把2个孩子扔给你？为了不带走盛瑞和盛家，他是一大早天还没亮悄悄走的。走的时候我们谁都不知道，等早上起来才发现他人已经走了，就给盛瑞和盛家留了张纸条。那现在姥姥家的人来接盛家，跟我大嫂没关系，是他们姥姥心疼外孙，隔上一段时间要接过去住一阵。只是盛瑞从来不去，所以只有盛家一个人过去。其实苏格想问问为什么盛家过去姥姥家，而盛瑞却不过去，不过话到嘴边还是没有问出口。晚饭过后，照例还是盛启辉去刷碗。苏葛回到房间翻看盛启辉的那本高中语文，看得津津有味。明年就要恢复高考了，我也该把高中知识捡起来。记得之前在网上查资料时，
偶然看到过恢复高考第1年的考试题，因为大部分青年人都荒废了10年学业，所以第1年的考题出的并不难，尤其是数理化也很简单，和我那个年代初中难度差不多。英语试题也简单，都是些最浅显的入门内容。现在需要重点学的是语文和政治，这2门课和后试比起来，差别可大了去了。不过眼下还有个问题得先解决了，原申只有初中学历，可明年夏文件恢复高考时会明确规定，只有高中生或同等学历人员才能报考。也就是说，原申的初中文凭是没有报名资格的。当务之急是在恢复高考前，先把高中文凭拿到手。这时盛启辉走了进屋，和你商量个事儿。说吧，什么事？你也知道，我才初中学历，本来没觉得什么。不过现在厂里招轻工，陆续进来的大部分都是高中学历了，我这学历就有点不大够用。听说夜校有高中班，我想报名去学习，拿到个高中文凭，以后也不至于哪天因为学历太低被厂里淘汰掉。苏葛这一番话着实超出盛启辉的预想，他没想到媳妇会主动提起去夜校学习的事。原本盛启辉就想劝苏葛去考个高中文凭回来，明年和他一起参加高考，有自己帮着复习，考上的几率很大。然而不用他说，媳妇自个儿就提出来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呢？同意还是不同意？给句准话呀！你想读夜校，我肯定全力支持。明天晚上我陪你去报名，以后你安心读书，家里有我，不用你操心。那倒不用，你身体不好，能多歇着就多歇着。夜校晚上上课，我回来再做家务，只是饭做不上了，只能让小瑞辛苦下，把晚饭做了。盛启辉张嘴正要说什么，苏葛忽地凑过来，盛启辉半边身子都木了，一动都不敢动，只那样默默地让苏葛靠着，同时脑中电量条竟然再次动了，从22%跳到了25%。刚涨了7%，现在又涨了3%，短短1个晚上，电量条竟然涨了10%，这种涨幅程度是破天荒的。到底今晚发生了什么？我看到你课本都被翻得起了毛边，这些年你应该一直没放弃学习，高中知识肯定没问题。等我去了夜校，有什么不会的，回来你教我好不好？教自家媳妇，盛启辉当然100个乐意。盛启辉忽地感觉周围空气有些稀薄，呼吸变得困难起来，身体热度不断升高。媳妇到底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？这样挑拨一个成年男人，是在玩火，知道吗？第2日到了厂里，苏葛刚进车间就被杜秋梅叫了过去。这周末你和你家小盛有没有空？没事来师傅家里吃顿饭吧。师傅，我周末没事，我家那位等我回去问问他，要是能定下来，明天告诉您。行，定下来就赶紧告诉我，我好提早做准备。对了，师傅，正好我有事想问您，我想提升一下文化水平，听说可以去夜校报名学习，能拿到高中毕业证，就是不知道报名需不需要咱们厂里出什么证明。你要报名夜校？我老觉得自己的初中文凭不大够用，想再深造一下。结婚了就是不一样，都开始要求进步了。不过这是好事，你有这个想法，师傅肯定支持。报名夜校的事我也不大清楚，等我给你问问，回头告诉你。好嘞，谢谢师傅了。跟师傅还这么客气，等消息吧，我尽快给你问。杜秋梅办事很麻利，中午吃完饭就把消息带了回来，是说如需报名夜校，需要厂办给开一张证明，夜校那边才会接收。下午杜秋梅带着苏葛去了厂办。杜秋梅是厂里老职工，还拿过是劳模，厂领导都认识她。听说他徒弟要报名去夜校学习，二话不说就让厂办干事给开了一张证明。苏葛把证明揣好，准备晚上吃完饭就去夜校。这天晚上吃完晚饭，盛启辉陪着苏葛一起去的夜校。到了夜校，找到负责学生报名的老师，很顺利的把名报好了。这个时候大家还没意识到学历的重要性，来夜校上课的人并不多。报完名，老师带着苏葛去领课本。这个月开课的高中班已经上课一段时间了，苏葛被分到下个月新开课的高中班。媳妇，等你上课后，我会每天都过来接送的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。不用送，晚上上课的时间点，路上行人还多着，不会有问题的，你来接我就行了。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，大家吃完饭喜欢出来散散步，行人才会多一些。等到了天冷的时候，早早就黑天了，路上根本没有人。那就等冬天的时候你再送我。对了，我师傅想让咱们去他家里吃个饭，你有空吗？我周日没事，不过去你师傅家吃饭，咱们不好空手上门，你看带点什么好？我师傅家里就他和他女儿2个，我打算拿1罐饼干，1罐麦乳精，这个你别管了。我们车间有女工家里亲戚是在食品厂上班的，我托他帮我弄来就行。苏葛此刻在睁眼说瞎话，他们车间里可没有亲戚在食品厂上班的女工，但他空间里饼干、麦乳精成箱成箱的，有的是。既然有现成的，何必还要花钱出去买？走到半路上，苏葛怕盛启辉累着，要他把手里的书给自己拎一会儿。盛启辉没让。这个时间点路上散步的行人还很多，三三两两的，其中有不少是谈对象的年轻男女，并肩压马路。这年头供小情侣们约会的方式少得可怜，除了看电影就是逛公园，再不然只能压马路。其中压马路是最省钱的，也是最受欢迎的。
盛启辉握住苏格手的时候，没有想太多，只觉得周围气氛实在太好。等他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的时候，已经将媳妇柔软的小手握在了掌中。与此同时，脑中的电量条又动了，绿色的电量条从25%哗啦啦的涨至30%，又涨了。盛启辉的电量条又涨了，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一不小心就把媳妇的小手捏疼了。你捏我？对不起，媳妇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完了，刚太激动了，一不小心就把媳妇小手捏疼了。媳妇心情不好，电量条会不会受影响啊？想什么呢？想那么投入？没什么，嘿嘿。晚上临睡觉前，盛启辉从柜子底下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，这里面是230块钱。我上班5年，攒了将近400块，加上结婚收的份子钱，差不多有500。咱俩结婚买东西花了200多，本来还想买台收音机，但是你说不买，这笔钱就省下来了。这是剩下的钱，以后都交给你保管吧。说完，盛启辉又从盒子底下翻出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，这里面是大哥的抚恤金。当年大哥为了抢救厂里财产牺牲，一共给发了1000块钱的抚恤金，大嫂分走500，剩下的500我一直给盛瑞和盛家留着。这笔钱我的打算是暂时不动，等盛瑞和盛家长大了，把这笔钱交给他们。毕竟这些是我大哥用命换来的，我知道养孩子需要花不少钱，让你和我一起抚养他们，对你来说很不公平，但我会努力赚钱的，不会让你跟着我吃苦，我保证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盛启辉郑重其事的承诺，黑白分明的眼眸中看不到一丝杂质。明明知道以他的身体情况，想要做到这些会有多么难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是在这一刻，苏葛却无比相信眼前这个男人，他可以做到。230块放在我这里了，以后就是咱们家的启动资金。大哥的500，我看干脆你拿去存起来，以后盛瑞和盛家长大了，把存折给他们，还能有利息。向苏葛坦白前，盛启辉就已经做好了接受狂风暴雨的准备。明明有大哥的抚恤金可以养侄子侄女，却非要用小两口的钱换成哪个女人都会有想法的。甚至于盛启辉想到苏葛可能会和他大吵一架，然而他预想的一切都没有发生。怎么奇怪？我没有和你闹脾气。你都说了，那些钱是大哥用命换来的，自然要给孩子们用在关键的地方。再说了，2个孩子花不了多少钱，咱们又都挣工资，养活他们2个足够了。媳妇，谢谢你。睡觉吧，挺晚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干嘛又拿一条被子出来？新打的床比原来的大了很多，咱俩继续盖一条被，晚上还得挤在一起，我怕你睡不好。我没觉得挤，咱俩盖一条被子挺好的。看到盛启辉不为所动的样子，更加来气了。刚才抚恤金的事，苏葛一点没生气，这会儿却心里憋气得很。分被子睡就分被子睡，可千万别有一天求着我再睡回去。次日吃过午饭，苏葛正想去细沙车间找宋盼娣，问问他招上门女婿的事怎么样了。还没等苏葛过去，宋盼娣先过来找他了，一来就跟苏葛说相亲的事有眉目了。我妈是真着急了，最近让我见了好几个，昨天见的这个家里有6个儿子，实在娶不起媳妇，同意倒插门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在哪儿上班？苏葛是想确认这人和书里那人是否对得上。叫刘广华，在玻璃厂上班。果然就是书里那个渣男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实在拿不定主意，所以才来找你说说。实话说，我对这人没有多大感觉，也没觉着多喜欢，也没觉着多讨厌，还可以再处处看。对方呢？对你什么个态度？我就纠结在这儿呢。我跟他第一次见面，他就挺殷勤的，看起来对上门真是全无芥蒂。可你也知道，上来就这么殷勤，给我感觉不踏实，觉得有点浮。你是当事人，既然你觉着这人有些不对劲，很可能真的有问题，这是得从长计议，不能着急。可是我妈催得太紧了，看他架势，只要我说不讨厌，立马就想让我和人家领证。他说我们老宋家不能断了香火，让我结婚赶紧生个儿子出来，跟着宋家的姓，即便他死了也能瞑目。这本年代文的作者也不知道有什么恶趣味，里面当妈的怎么一个比一个奇葩，罗香花一个不靠谱的，宋盼娣的母亲又是另一个不靠谱的。宋母现在催女儿招婿催得紧，等宋盼娣怀孕7个月被渣男出轨气到早产生下一个女儿后，宋母听说生了一个丫头，连看都没看一眼，直接把宋盼娣和襁褓里的女儿扫地出门。宋母觉得她和她女儿仿佛被诅咒了，而这种厄运是她不愿承认的，于是将宋盼娣母女赶出家门，眼不见为净。苏葛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，哪能这么草率？你别拿我当例子，我当时要是不赶快结婚，现在不一定在哪儿下乡受罪呢。你和我情况不一样，即便不结婚，除了被你妈唠叨几句，没有别的损失。草率结婚有可能碰上个好的，但也有可能碰上个渣的，这个只能看运气。难不成你想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全部托付给运气，不想找个可心的，自己喜欢的？哪有我喜欢，人家又愿意上门的，能找到这样的几率实在太小了。事在人为，你怎么知道就没有可能呢？反正眼下这个刘广华，你先别马上答应，
他不是在玻璃厂上班吗？我们大院正好有人认识玻璃厂的职工，回头好好打听一下，看看他在厂里的风评如何。不管怎么说，人品是最重要的。呀，你认识玻璃厂的，那可太好了。小葛，你一定帮着好好打听下，你姐姐我的终身大事可都托付给你了。去你的，比我还小2个月呢，好意思自称姐姐？说完了自己的事，宋盼帝又问苏葛最近生活的怎么样。苏葛简单说了下自己的生活，不过关于盛启辉的身体情况，他隐去了没说。唉，真羡慕你这种平淡的小日子，要是我妈能不天天整幺蛾子就好了。短短几分钟，全院的人都知道我串亲戚去了。大杂院门口，7大姑8大姨正在聊着八卦。哟，你们小2口串亲戚去呀？小苏今天打扮的真俊呐。小生，你这拎的是麦乳精和饼干吧？这2样可够硬实的。打招呼时说什么的都有。等苏葛和盛启辉走远了，就有几个人凑在一起嘀咕起来今天早上公共水池边发生的事。小生那媳妇可不简单，是个厉害人物。宋宝妮多泼辣一人，在他手里都没讨得了好。怪宋宝妮说话太顺了，就算人家小生身体不好，也不能当着小苏的面说什么活呀死的，难听死了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咋感觉小生结婚以后气色越来越好了呢？不像过去，每天脸上都好似缠着一团病气。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真的是。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说不定结婚一高兴，小生身体就好起来了。以前说舒先生讲女狐狸精专爱找书生，但那采阳补阴的勾当，我看到了小生那儿，估摸着是反过来变成采阴补阳了。就小生为身体，还能采阴补阳，望嫂子您包兜了。他也就这几天看着好些了，之前走路直打晃，我看许大妈说的8九不离10，可怜小苏嫁过来就要守活寡。苏葛不知道大杂院关于他和盛启辉的那些闲言碎语，即便知道了，他也不会放在心上。这会儿，他和盛启辉正往师傅家里走去。苏葛和盛启辉到的时候，杜秋梅已经早早等着他们了。不用这么破费，上家里吃顿便饭，弄得太正式了。你们拿回去自己吃。师傅，我家启辉第一次上门，怎么也得正式点。这次怎么说，你也得留下。见苏葛这样说，杜秋梅也就没再坚持。转眼到了吃午饭时间，杜秋梅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鱼，还炖了一只鸡，炒了一盘韭菜鸡蛋。重生以来，苏葛就没吃过这么丰盛的一顿饭，滋溜滋溜的差点要吸口水了。这年头，每户每个月才供应4两油和1两香油，家里炒菜放油都只敢放一点点，鱼和鸡更是只有年节才能吃上的好东西，平时想买都没地方买去。首先要有肉票，其次还要能抢到，关键这些东西太难抢了。苏葛，你多照顾着小盛点，多吃菜，在师傅家里就跟自己家一样，别拘着。后面一句，杜秋梅是对着盛启辉说的。师傅您放心吧，我俩肯定不把自己当外人。你和小妍赶紧吃，一会儿晚了可都被我俩吃光了。这鱼和鸡您是从哪儿弄的呀？不好弄来吧？我说周日要请你和小盛吃饭，你师公托人在农村买来的，这是农村散养的鸡，都是农户散养在山头上的。现在农村还能养鸡吗？3只以下可以养。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电视剧不过瘾，用抖音电脑版看，大屏看电影电视剧更过瘾更清晰，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流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2不误，还能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。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。多了不行，不过有些穷乡僻壤的没人管，偷摸养在家里，大家都不说，队里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也就过去了。还有这样的？你们多吃点，别不好意思。吃完饭都收拾妥当，苏葛和盛启辉又坐了一会儿，就告辞回家了。晚上躺在床上，苏葛半天没睡着，在考虑要不要去黑市看一眼。虽然动荡年月没过去，但这个时候也是有黑市的，只是现在的黑市更为隐蔽，也更为危险。如果能卖出一些空间商品，在黑市换回大米、白面、肉之类的，时不时给孩子们补充些油水就好了。不过风险太大，要不还是走另外一条路子，先赚点小钱吧。苏葛所想的另外一条路子，还是中午时候经杜秋梅提醒想到的。有些农村山高皇帝远，偷摸养鸡也没人管，这不失为一个赚钱的好方法。空间里有布料、日用品、小食品，这些都可以拿去农村换粮食和家禽。尤其布料和日用品，因为农村是赚工分的，到年底会按工分发钱，但是只有钱没有票，所以农村人想买布料和日用品很难。有些手巧的农村妇女会织土布，但土布不论是花色还是面料质量，都和纺织厂生产的差远了。而买日用品更是没票不行，用物资换物资，换回来的都自家吃了，即便真被人查出来，也不算投机倒把。苏葛思来想去，越想越觉得这法子好，能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，至少时不时的能给孩子们吃上顿肉。要找换东西的村子，还是得在滨江市附近下手。可原主自小生在城里，对滨江市周边的农村一点都不了解，得找个熟悉的人，好好打听一下目前农村的情况。
苏葛在认识的人里扒拉了一圈，很快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人选，苏志胜最小的妹妹，她的小姑。苏葛打算得好好的，下个周日就去小姑苏秀芬家。然而还没等他过去，苏秀芬先上城里来找他了。次日，苏葛在食堂吃完午饭，刚要回车间休息一会儿，有人叫住他，让他去厂门口一趟，说是家里亲戚来找他。难不成苏志胜和罗香花找到厂里来呢？苏葛麻溜地跑了过去，到了厂门口，远远的就瞧见2个人影站在路边，来人正是小姑苏秀芬和她小妹苏薇。小姑，你咋突然过来了？原生和小姑感情好，苏葛自知自己不能穿帮，再加上不知是不是原生残留的感情影响，见到苏秀芬，苏葛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亲切感来。你这孩子，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不去找小姑呢？要不是小薇来找我，我都不知道你竟然嫁了人。小姑，咱们进去说。苏葛把2人领进了厂里。小姑，结婚那时候太着急，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本来我想着这周末去田家村看你呢，不想你先来了。我听小薇大概说了一下，大哥大嫂真是太过分了，都是自家女儿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怎么就能想出让你替苏晴去下乡，还逼你把工作让给她，可真够不要脸的。苏家3个女儿里，苏秀芬最不待见的就是苏晴，因为2侄女好吃懒做，自私自利，打小苏秀芬就看出来苏晴不是省油的灯。小姑，别气了，还好我没上他们的当，所以我才赶紧给自己找个人家嫁了。自打从家走的那天，我已经和他们闹翻了，以后苏家的事都和我没关系。苏葛这话是说给苏秀芬听的，也是说给苏薇听的。不管苏薇打的什么主意，苏葛得先提醒她，自己和那个家没关系了。你爸妈2个活该，这么好的女儿都留不住。对了，你嫁的人家啥样啊？对你好不好？挺好的，家里人口简单，没什么操心的事。你侄女婿待我很不错。小姑，要不你在滨江住1天，到我家里去看看？今天恐怕不成，我得回去给蛋蛋喂奶，那孩子离不了我太久。蛋蛋是苏秀芬小儿子的乳名，才8个月，还没断奶。苏秀芬出来这一趟，临走前蛋蛋哭得不行，要是1天不回去，小家伙绝对受不了。苏葛知道苏秀芬家里4个孩子要照顾，小儿子又那么小，便没有坚持。那今天就算了，下次你再进城带着蛋蛋一块来，怎么也得到家里去看看。行，我肯定得去看看的。对了，这些干货都是家里去年晒的，有干辣椒、干茄子，还有些干蘑菇，你拿回去做菜吃。小姑，你家里孩子多，你留着吃吧。跟你小姑还客气，赶紧拿着。那好吧，小姑，你等等我，我去给你拿点东西。苏葛装作跑回车间，其实半道上就停了下来，找到个没人的地方，从空间里拿出半斤奶糖、半斤酥糖。21世纪女白领穿书到自己看过的小说里，婚后激活空间系统，空间里应有尽有。现在她从空间里取出了2包糖果。这是我们结婚买的喜糖，原本我想着周日去看你，给带过去的，正好你来了，带回去给孩子们吃吧。你这孩子，喜糖也用不着拿这么多呀。你都说了，咱们之间不见外，再推让，我可不好意思收你那些干货了。行，那我不跟你客气。看到这些糖，你那几个表弟的高兴疯了。苏秀芬嫁到田家村后，一口气生了4个儿子，在婆家硬气的不行，小姑父捧在手心里宠着。苏薇瞧见那些糖，拼命咽了咽口水，克制着不让眼睛粘在上面。有苏薇在，苏葛不方便和苏秀芬商量换东西的事，便没提这茬。想着来日方长，有空还是得去乡下找苏秀芬一趟，正好当面看看村里的情况。说了半天话，苏葛才想起来这会儿是饭点，他寻思着时间不早了，再去饭店太麻烦，想领着小姑去饭堂吃饭。见苏葛要领着苏秀芬去吃饭，苏薇眼巴巴在一边看着他。大姐，我也没吃饭呢，你今天不用上学吗？我跟学校请了1天假，早上吃了个包子，就去乡下找小姑，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。小葛，带上小薇一块去吧，你家里还有别的事，正好吃饭的时候让她详细说一说。大姐，我的好大姐，你就带上我吧，我还有好多话要和你说呢。那就一起吧。对了，说了这么久都口渴了，先喝瓶水休息一下。小姑，喝水。这水真好喝，在哪里买的？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娃哈哈，喝起来酸甜解渴。我还买了好多小零食，好吃又便宜，许多都不到9块9，而且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买到就是赚到。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。刷到视频的粉丝有福了，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多专属优惠，就在评论区先到先的哟。这么好喝，那我也去囤点。大姐，我的呢？我就只有这1瓶了，你要自己买去。小姑发话了，苏葛也就把苏薇带上了。苏薇啥意思？来找我是为了帮苏晴吗？不能吧，这孩子看着可没那么傻。因为按照时间线来说，苏建兴的信应该已经寄了回来。苏建兴在乡下被村花许曼兰迷得5迷3道，许家要500块彩礼才肯嫁女儿。苏建兴这次写信就是跟家里要钱的，
袁书中，袁深这时候已经替苏晴去了北大荒，而苏志胜为了筹到500块，跑去北大荒，逼袁深嫁给公社主任家的傻儿子，用卖女儿换来的500块给苏建兴娶媳妇。可如今我嫁了人，苏志胜的主意不可能再打到我头上，那就只能打苏晴的主意。苏葛心里寻思着，食堂已经到了。大哥写信回来了，说是在下乡的村里找了个对象，要跟人家结婚，让爸妈出500块钱彩礼。哼，果不其然，和预想的一样。苏葛内心平淡如水，表面却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。500块钱，谁家的姑娘这么金贵啊？要这么高的彩礼？爸妈也是这么说的，不过看信上那意思，大哥喜欢的很，非要娶进门，一定要爸妈想办法筹钱。他们准备怎么筹这笔钱？他们把主意打到二姐头上了。爸去了一趟海岛，说是在那边把二姐嫁了，不过没筹够500，那边穷的不行，好不容易才有人愿意出300块钱娶二姐。这可实在出乎苏葛意料了，他没想到海岛那边会穷成这样。苏志胜为了筹钱一定不会心软，哪怕对方是瘸子、傻子、瞎子，只要能出500块，苏志胜都一定会把苏晴嫁过去。可以想象，苏晴嫁的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人家。苏葛心里立刻有了不好的预感。爸妈商量好了，剩下的钱要从你家出，他们最近就会去你家弄，非得让你出剩下的200块不可。什么？他们怎么知道我家的住址？咱爸托人打听的。大姐，你得做好心理准备，咱爸咱妈你是知道的，不要到这200块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200块卖一个女儿拿300，嫁出去的女儿还得掏200，合着大哥娶个媳妇要2个妹妹为他做牛做马吗？小薇来找我说这个事，简直把我给气坏了。你爸妈糊涂，为了儿子娶媳妇，也不能这么糟践闺女。下午我去机械厂找你爸，跟他好好说道，500块钱彩礼，对方这么狮子大开口，他也认。哼，如果他真的认，那是他的事，差多少钱自己借去，反正不能找到你头上来。小姑，别生气，为他们气坏了身体不值当。我爸那边你别去找了，凭他的性格，即便你去了，他也不会听的。我这边你放心，我现在不是孤身一个人了，还有你侄女婿在呢，爸妈没法把我怎么样。他们想闹就让他们来闹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闹成什么样。其实苏葛心里已经有了主意，但还只是个不成形的想法，具体细节需要再好好想想。见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苏秀芬跟着踏实下来。本来吃过饭，苏秀芬要去机械厂找苏志胜，现在不用去了。苏秀芬又不想打扰苏葛工作，便准备去客车站坐客车回田家村了。苏葛把苏秀芬送到厂门口，看着她走远，转身准备回车间，结果一回身，发现苏薇还站在身后。你怎么还没走？大姐，苏薇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。苏葛没耐心等她说完，抬腿就要走，苏薇吓得一把拽住她的袖子。大姐，我想求你帮帮我。帮你什么？就知道苏薇绝对不可能只是简单来给我通风报信的，必定有目的在。大姐，我这次真是被吓着了。你知道咱爸把二姐嫁给什么样的人家了吗？什么样的人家？瘸子还是傻子？不是，那家人的儿子都好好的，只是他家有5个儿子，却只肯娶一个媳妇。5个儿子，只娶一个媳妇。我亲耳听爸说的，爸妈在屋里说话的时候，我正好去厕所，偷听到的。爸从海岛回来，说那边穷的连裤子都穿不上，当地娶媳妇彩礼没有超过100块的。好不容易找到这户人家，因为儿子太多，实在没法给每一个都娶上媳妇，就和爸商量，愿意出300，让二姐给他家5个儿子当媳妇。这样的条件，苏志胜都能答应，简直刷新我的3观。大姐，我实在被吓坏了，爸他为了给大哥娶媳妇，已经疯了。苏薇确实被吓着了，听完父母那番话，胆子都吓飞了。她一直知道爸妈重男轻女的厉害，家里女儿不值钱，儿子才是他们的命根子。可是，在二姐被嫁出去之前，她总觉得再怎么说自己也是爸妈最小的闺女，顶多是不受宠，但平时他们待她差不到哪里去。然而现在，她真是怕了，怕有朝一日苏建旺娶媳妇的时候，自己也被父母当牲口一样的卖掉。所以呢，来找我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大姐，你和二姐都离开以后，现在家里所有活都落在我身上，做饭、洗衣、打扫，要做一家子的家务，我才知道你当初有多么辛苦。打住，这些废话不用说了，只说你找我究竟想怎样？我今年15了，再过3年满18，希望到时候也18，家里要给他娶媳妇，彩礼钱肯定会打主意到我头上。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电视剧不过瘾，用抖音电脑版看，大屏看电影电视剧更过瘾更清晰，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流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2不误，还能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。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。毕竟就剩我一个没嫁出去的女儿，大姐，我实在害怕，我不想像二姐那样嫁给五个那啥，我实在没法子，不知道该找谁，只能来找你了。大姐，你帮帮我，我真的怕死了。苏薇说着又呜呜哭起来，
眼泪对苏个没用，他不会因为一点眼泪就心软。当初原身在苏家过着累死累活的生活时，苏薇可没说要帮忙做点啥的。不过这个小妹看起来倒是个聪明人，知道如果直接来找我，我肯定理都不会理她，所以迂回着先去找小姑。知道小姑和我关系好，无论怎么样都会卖小姑面子，不会撵她走。这个小妹从秉性上来说，没有欺负过原身，偶尔还会说句大姐辛苦了，嘴上功夫到家，就是从来不帮忙。真要说做过什么罪大恶极的事，还真没有。这样一个人对我或许能有些用，至少苏家那边有什么风吹草动，能有个人给通风报信。爸妈这件事做得确实过分，你害怕也情有可原。我虽然跟家里闹翻了，但咱们到底还是亲姐妹，我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往火坑里跳。不过你现在还小，爸妈一时半会儿不会把你怎么样，你先安心在家里待着，爸妈又要弄什么幺蛾子，一定来告诉我，咱们一块想办法。我知道了，大姐，你放心，我以后都会和你一条心，有啥事我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，只要你别不管我，放心，只要你好好听话，大姐不会不管你的。把眼泪擦擦，一会儿就回学校上课吧。还是大姐好，以后我什么都听大姐的。另一边，机械厂里鲁朝全和盛启辉这对师徒坐在车间外面，也在说话。这段时间你表现挺不错，能连续工作半天，活又干得好。以前说闲话的那些人，最近都闭了嘴。我准备这2天就去找吴副厂长，提一提你转1级工的事。只要吴副厂长肯点头，这事就板上钉钉，没得跑了。吴副厂长是机械厂主管生产的副厂长，转正的事只要他拍板，就算是定了下来。之前因为盛启辉的身体原因，吴副厂长一直卡着不肯给他转正。鲁朝全考虑到徒弟转正后单独作业的安全问题，也没敢太坚持。现在眼看徒弟身体逐渐转好，几乎已经能正常上班，鲁朝全开始考虑他的转正问题了。师傅，用不用和赵主任打个招呼？就算他要走，现在也还是焊接车间主任，我觉着还是说一声比较合适。赵主任是焊接车间的主任，鲁朝全去找吴副厂长，等于说越过了他。如果不打招呼，就怕赵主任心里有啥想法。赵主任马上要升迁去厂办，车间主任的位置空下来，鲁朝全是最有资格接任的。这个时候不能得罪赵主任，毕竟他有跟领导推荐的重要一票。对，还是跟赵主任先说一句吧。本来我寻思他马上要走，说不说的没啥差别，不过想想还是得说。师傅，对车间主任这个位置，您有啥想法不？有啥想法？当然是想接老赵的班呀。目前焊接车间几个班组的组长，属鲁朝全资历最老，技术最强，他自信自己是接替赵主任的不二人选。师傅，如果有想法，这次去见吴副厂长，您得带点东西去，不能空着手。提我的事是其次，重点要跟他说说你接任的事。我去见他是提正当的事，干啥要带东西？师傅，咱不防君子，但得防小人。万一有人私底下偷摸运作，等投票的时候冷不丁来一下，咱们根本没防备，到时候再想挽回可就来不及了。启辉，你跟师傅说实话，是不是听到啥小道消息了？2组的马组长最近很活跃，我看见他私下里跟咱们组的王晨、董冰冰都聊过，还和3组的齐大地那帮人走得很近，听说一块出去喝过酒。这人心眼小，技术不怎么样，杜贤技能那一套倒是玩得很溜。您记不记得上次厂里技术大比武，您给他远远落在后面，比武结束，马组长那张脸黑成了锅底，后来给咱们组使了好几次绊子。要是真让他当上了车间主任，以后咱们师徒可都没有好日子过了。师傅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您2个徒弟以后在厂里不受欺负，这次的车间主任您也一定得争上。上辈子加上这辈子，盛启辉和鲁朝全师徒20多年，太了解师傅的性子了，正直，看不惯那些弯弯绕绕，可吃亏也就吃亏在这上面。这次不给他下一剂猛药，师傅搞不好还得败在那个小人手上。行，师傅听你的，这次去找吴副厂长，我给他带2瓶好酒过去，再提一提接替主任的事。我也去想办法，看看还能不能弄点别的好东西。晚上下班回家，盛启辉把苏葛叫到厨房，跟他说了师傅的事，问他还能不能想法弄罐麦乳精回来。师傅说要带2瓶酒，我觉得还差点，想帮他再弄点别的好东西。师傅带我没得说，接替车间主任的事对他来说太重要了，一点不能出差错。苏葛虽然没见过鲁朝全，但听盛启辉提起过好几次，知道他师傅对盛启辉那是真心实意的好。再说麦乳精空间里有的是，他正愁没理由往外拿呢。明天我就去跟人家问问，一定尽力把麦乳精弄回来，到时候再问问还有啥别的好东西能拿得出手，让人家吴副厂长看了满意。媳妇，谢谢你。咱们2口子之间不用谢来谢去的，你师傅就跟我师傅一样。好了，快放手，我都快喘不过气了。男子只是让媳妇弄瓶麦乳精给师傅送礼，他不但弄来了麦乳精，还有2罐水果罐头，1包点心，因为这些在他空间里有的是。媳妇你也太厉害了吧，一下子弄来这么多好东西，这些一共要多少钱？人家给的是内部价，不要票，统共7块钱。才7块钱，远远低于百货商店的价格，而且不要票。
你这个同事帮了大忙了，找个时间咱们请人家吃顿饭吧。不用，我跟他关系很好，请吃饭反而见外了。以后工作上我多帮助他就行。对了，东西明天人家就能给拿来，不过这么多拿回大院里太显眼，干脆明天下班你来接我，直接给你师傅送家里去。行，我一会儿和盛瑞说一声，让他明天放学回来不用等我，直接做饭，下班我去接你。第二天下班的时候，苏哥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从空间里把麦乳精、罐头和点心拿了出来，出了工厂大门，等了不大一会儿，盛启辉就到了。等着急了吧？没有，我也是刚出来，咱们走吧。苏葛要回大杂院，而盛启辉去鲁朝全家，两人去了公交车站等车。盛启辉先送苏葛上车，自己才坐上下一趟公交车走了。小沈，你回来了？你怎么也在厨房，在帮哥哥吗？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电视剧不过瘾，用抖音、电脑版看，大屏看电影、电视剧更过瘾、更清晰，网友互动、弹幕互动更流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，还能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。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。我想跟哥哥学做饭，哥哥8岁的时候已经会做饭了，我今年也8岁了，我也能学会做饭，以后我可以做饭给小沈和小叔吃。哎呦，好，小佳真懂事。晚饭过后，苏葛刷完碗回到房间，刚拿起高中课本，盛启辉就回来了。他一进来，苏葛就闻到一股淡淡的酒味，不由皱了皱鼻子。你喝酒了？没喝，晚上师傅留我在家里吃饭，他喝了2盅，可能是中间倒酒的时候不小心洒在袖子上一点，一直没散去味儿。苏葛这才放了心，我这个身体情况怎么可能会喝酒？再说，就算我想喝，师傅也不会让的。哼，算你有自知之明。对了，东西都给你师傅了。都给了。师傅看到那么多好东西，都被镇住了，当时就让我拿回来。我跟他说一共7块钱，不要票，师傅这才收下。不过一定要给钱，不然不肯要。说着，盛启辉从衣服兜里掏出7块钱，塞到苏葛手里。这是师傅给的钱。你还真收师傅的钱了？不收不成，我师傅那个脾气，拗不过他。算了，先收起来吧，等回头过节的时候换成东西再还给师傅。听他这样说，苏葛也就没多说什么，把7块钱收了起来。对了，我有个事要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是厂里出什么事了吗？厂里没啥事，一切顺利。是我家，我爸妈又要整幺蛾子。结婚以来日子过得太舒坦，盛启辉差点忘了，他还有一对素未谋面的老丈人和丈母娘。他还记得苏葛之所以匆忙嫁给自己，就是被他俩逼得在家里待不下去了。他们2个要整什么幺蛾子？苏葛把苏建新在乡下谈了对象，对方要500块彩礼，家里拿不出来，想闹到大院来，让他们出200的事告诉了盛启辉。苏晴的事也提了一嘴，但他只说苏晴被苏志胜嫁在了海岛，拿到300块彩礼钱，其余的略过没提。他也实在没脸提，即便盛启辉算是他在这个世界最亲近的人，苏葛也张不开嘴。一边是娘家，一边是我。在面对岳父岳母无理的要求时，他选择这样做。一边是娘家，一边是我，媳妇夹在中间必定左右为难。若是他想给娘家出这200块，那就出200吧，钱没了可以再挣。看到媳妇难受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这钱我肯定不会出的，我工作7年，工资全都交给了家里，他们不可能连200块都拿不出来。说白了，就是借着大哥结婚的事，想让我们放血。要是真给了这200，那可就趁了他们心意了。他们2个想闹，就让他们来闹，反正要钱没有。说到这里，苏葛看了看盛启辉，我这么对自己亲生父母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太冷血？怎么会？咱俩刚结婚那时候，你就和我说过你家里的事。你要是不狠心和家里闹翻，现在陷入水深火热中的就是你了。要不我们主动登门吧？突如其来的一句，苏葛一下子反应不过来，愣住了。咱们在家等着你爸妈过来闹，实在太被动了。大院里本来就人多嘴杂，我担心到时候他们会在背后乱嚼舌根。反正这一面总是要见的，倒不如我们直接上门，把事情在你家解决了，不牵扯到大杂院来。盛启辉的担心不无道理。苏葛嫁过来，2人没办婚礼，大杂院里已经有许多人私下里说过闲话。盛启辉不愿媳妇听到那些闲话后难受，也不愿媳妇成为大杂院里众人的饭后谈资。既然如此，那不如主动出击。对啊，我们不用干等着他们找上门，完全可以过去找他们呀。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电视剧不过瘾，用抖音、电脑版看，大屏看电影、电视剧更过瘾、更清晰，网友互动、弹幕互动更流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，还能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。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。要不我自己回去吧。苏葛担心到时候苏志胜会打人，万一盛启辉不小心挨了打，他的身体根本受不了。不行，我陪你回去，这是没得商量。这样咱们先礼后兵，这个月咱家肉票还有1斤没用，明天早上我去买1斤肉回来，明晚咱们拎着肉上门。这斤肉不是为了给你爸妈的，主要是给你家附近邻居看的。女儿女婿回娘家，至少没空着手。苏葛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，盛启辉这是为了保全他的名声，无论是在大杂院还是在他娘家那边，都不想他被人落下口实，心里顿时软得一塌糊涂。都听你的，咱们带1斤肉上门，咱俩得好好商量下，明天要怎么办。对了，我家附近有位葛大妈，是街道积极分子，我爸妈都怕她3分。当初和家里闹掰时，我就已经把话说清楚了，
还叫几位大妈给做了见证。我看干脆明天找上葛大妈和这几位大妈一起上门帮忙，当然不能让人家白上门，我们多少得买点东西给人家些好处，不然平白无故的，人家也不会乐意管咱们的闲事。此刻，盛启辉虽然听着苏葛在说话，可他神智却有些恍惚。就在刚刚媳妇攥紧自己手掌的那一刻，电量调动了，折腾了一天，原本从30%掉到7%的电量，现在又涨到了41%。发生了什么？怎么突然之间电量条比之前增长了11%？盛启辉这会儿脑袋是猛的，然而41%的电量令他无论体力还是精神都前所未有的丰沛。他回忆了一遍之前发生的事情，快速走马灯似的回忆片段。我好像知道电量条涨幅的原因了，不是因为时间，不是因为买东西，也不是因为感动，曾经的那些猜测统统都是错误的。电量条的涨幅只跟媳妇对我的喜欢有关，媳妇多爱上我一分，电量条就会多涨1分。盛启辉恍然的同时，心底又有些小小的失落。媳妇现在对我的喜欢只有41%吗？连一半都还不到，我是不是要加把劲，努力让媳妇更喜欢我一些？你在听我说话吗？你在听我说话吗？在听着。你说要去找当时给你做过证的大妈们，让他们跟着一块上门去。想让人家尽心尽力帮忙，多少得意思一下。我想着，要不然给他们一人分几块鸡蛋糕吧。若是给的多了，也怕回头是多。行，都听你的。媳妇说的在理，盛启辉没有意见。那咱们就说好，明天一早买了肉，晚上下班时再买2斤鸡蛋糕，晚饭也不吃了，直接过去。到那边正是下班高峰期，咱们买了肉回去，也好让街坊邻居们都看见。第二天，苏葛正吃着午饭，有人来找苏葛，告诉他厂门口有人找，说是他妹妹。苏葛一听就知道是苏薇来了。隔了这几天，苏志胜和罗香花终于有动作了。大姐，爸妈定好明天去大院找你，大哥那边又来信催了，还说最近会带对象回来给他们相看，爸妈着了急，想着尽快从你那里弄来200块。明天很好，只要不是今天就行。我知道了，你跑这一趟辛苦了。中午吃饭没？怎么大姐一点都不着急？看着倒像是早就知道了这是事的。在想什么呢？你吃饭了没？不用了，大姐，我在学校吃过了。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，用抖音电脑版看，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，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流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2不误，还有很多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免费设置，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。我中午是趁着午休出来，现在该回去了。到了晚上，苏葛按照原先和盛启辉商量好的，先找到几位大妈，商量着接下来的计划。然而另一边，罗香花正在指挥着苏薇干活。等吃完晚饭，把你爸的工作服洗出来晾上，还有你弟弟的衣服，攒了一大盆了。你个懒丫头，有你大姐一半勤快就好了。苏薇在厨房里做饭，还要听罗香花恶狠狠地唠叨自己，心里委屈的不行。爸的工作服实在是太难洗了，上面一块一块蹭的机油，根本搓不掉，得打好几遍肥皂，用搓衣板使劲的搓。每次洗完一套工作服，我都觉得胳膊都要断掉了。苏葛进家门的时候，听到的就是罗香花的这句话。哼，这会儿想起我的好来了，晚了，爸。你个王八羔子还敢回来，看老子不打死你！苏志胜操起扫帚就要往苏葛身上招呼。老子教训闺女，谁他妈管闲事？我是苏葛的丈夫，也叫管闲事吗？谁让你上家里来的？我可没认你这个女婿！滚！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听苏葛说过家里情况，盛启辉早有心理准备，可亲眼看见，还是被苏志胜的霸道蛮横给惊到了。爸，启辉他早就想上门来看看您和我妈了，为了今天登门，还特意去买了斤五花肉，孝敬您和我妈。您既然叫他滚，好，那我让他带上肉走，不碍您的眼。说着，苏葛把五花肉递还给盛启辉，朝他使个眼色，示意他去院子里等自己。盛启辉有些不放心，苏葛又给了他一个眼色，表示自己能应付得来。于是盛启辉拎上1斤五花肉去院子里了。眼看着到手的肉飞走了，苏志胜一张脸跟打翻了调色盘似的，五颜六色。这啥意思？不是说孝敬我和你爸了吗？怎么还带往回拿的？不是您叫他走的吗？既然您这么不欢迎我俩，那干脆我们现在就走，以后也不来碍您的眼了。女儿带着丈夫回娘家，却被岳父拿着扫帚追赶，还叫他们都给老滚！小葛，别听你爸胡咧咧，你们上门其实他特别高兴，刚才那是太高兴了，拿扫帚欢迎你们呢。看看他刚才说的，那叫什么话？用扫帚欢迎女儿和女婿，得亏他能说得出口。为了200块钱，自己这个便宜妈看来是豁出去了。既然你带着女婿回家，正好有件事爸妈要跟你说，你大哥在乡下处了个对象，他们所在生产队会计的闺女，你大哥准备最近结婚，人家表示要500块钱彩礼才把女儿嫁给咱家，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呀？你二妹知道后，为了替我们分忧，主动嫁在了海岛那边，给你大哥凑了300块钱，现在还差200，这200你和小盛好好商量下，无论如何都得帮你大哥一次，他马上要带对象回家来，到时候你们2个也回来，咱一家人一起热闹热闹。说完长长一段话，最后罗香花哀怨的叹口气。小葛，你大哥的终身大事
可全落在你身上了。那语气就好像若是苏建兴因为这200块没结上婚，全是苏葛的责任。哎，妈，您可别这么说，这么大的责任我可担不起。莫说我和盛启辉没有200块，就算我们有，那也是给小家庭留着过日子的。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，用抖音电脑版看，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，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流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2不误，还有很多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免费设置，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。倒是您和我爸，我工作7年，每个月工资几乎都给了家里，再加上我爸的工资，你们能攒不下200块钱。再说上次我从家走的时候，就已经把话说得明明白白，这些年我给家里的钱足够还你们的养育恩了，以后我想孝敬你们多少，那是我自己个儿的心意，你们想强迫我出钱，恕我无能为力。嘿，别以为你结婚了就长了本事，我可让你爸打听过了，你嫁的那是个什么玩意儿，打娘胎里落下的病根，没几年好活，到时守了寡，你还不是得乖乖回娘家？现在好好听话，将来家里还能有你一块地方，你哥嫂还能帮衬点你，否则你就睡大马路去吧。罗香花不提守寡还好，她一提这2个字，苏葛脸刷得沉了下来。我丈夫活得好好的，红口白牙的你就咒人，哼！看来这个家是真容不下我了。别人家都盼着嫁出去的闺女过得好，你们可倒好，盼着我守寡是吗？反正我是不会再往家里给钱。这件事上次胡同里几个大妈都给做了证，你们当时也同意的，所以这凑彩礼这是你们不该找我们，我是不会给大哥出1分钱的。说完，苏葛做事就要走。嘿，那几个大妈算什么东西？他们做的证也能算数？嘿，就葛春丽那个老东西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天天在街道上游荡，以为自己很威风呢。告诉你，今天这钱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，否则以后你别想过消停日子。罗香花，你说谁别想过消停日子？怎么可能？葛春丽那个老东西怎么会在这儿？难不成是我听错了？女子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还以为没人知道，然而下一秒，罗香花的希望破灭。葛大妈几步从苏葛身后冲了出来，站到了罗香花面前。她不是一个人，在她后面，胡同里好几个大妈都跟着进了屋。罗香花胆都快被吓破了。面对让整片街区闻风丧胆的葛春丽，罗香花腿都软了。在背后逞强也就算了，被当面抓包，葛春丽怎么可能饶得了她？罗香花，你说谁是老东西？有种把刚才的话当面再说一遍。哼！罗香花敢骂我这个街道积极分子，说明早就对上面政策不满了，这是憋了一肚子怨气，借着机会发作呢。对这种落后消极分子，咱们绝不能姑息。说着，几个人在葛大妈指挥下薅住罗香花的头发，好一顿胖揍，那场面就像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期间，苏志胜想过来护住罗香花，被大妈们连打带挠，脸上挠出一条条血道子，家里也被砸了，厨房里锅碗瓢盆碎了一地，其他屋里凡是值钱的东西全被砸了个精光。苏葛这会儿早就站到了院子里，没有被战火波及。别小看大妈，他们的战斗力可是杠杠的。这招不错，借力打力。屋里噼里扑棱闹腾了许久，到最后葛大妈终于狠狠出了一口恶气，带着其余大妈结束战斗。离开前，她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：明天你们2个上街道办去学习，思想落后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，改不好还是今天这下场。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，用抖音电脑版看，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，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流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2不误，还有很多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免费设置，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。自己掂量着办。都怪你这个不省心的老娘们儿，嘴上没个把门的，骂谁不好，非得骂个最不能惹的。这下可好，家都被砸没了。现在不是200块钱的事，家里这个模样，不知道要多少钱才能恢复成原来样子。我叫你乱骂人，叫你乱骂人！苏薇躲在厨房里，大气都不敢喘。刚才葛大妈他们来砸厨房的时候，苏薇缩进了灶台后面的裂缝里，算是躲过一劫。看着厨房碎了一地的锅碗瓢盆，苏薇又怕又难过。好好的家被砸成了这样，还有大姐啥时候变得那样铁石心肠了？葛大妈唆使其他大妈打砸的时候，大姐一句话都没说，显然是默认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大姐的家呀，为啥她连一句劝阻的话都不说？我明白了，大姐不是说着玩的，她是真的和这个家断绝关系了。我以后还能依靠谁啊？在院子里旁观完大妈们的战斗力，等葛大妈他们出来，苏葛跟大家道过谢，便和盛启辉离开了。如今罗香花招惹了葛大妈，一时半会儿的别想脱得了身。如此一来，他们俩就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法来找我的麻烦了。回去路上，苏葛心情不错。盛启辉感受到他飞扬的心情，路过工人文化宫时，问他要不要去看电影。还是先回去吃饭吧，看电影以后再说。好，咱们先回去吃饭。次日，盛启辉上班时听到师傅和同事在说厂里下个月要办技术大比武的事。师傅，我能行吗？这次比武我想报名。男子明明是病秧子一个，见风就倒，如今却想要参加比武大赛。别胡闹，你这身体情况去参加什么比武？
给我好好休息，完成每天的工作就行了。师傅，我没胡闹，这次比武我一定要参加。你知道这次比武耗时多久吗？下个月初是初赛，再过1个星期决赛，前后得拖半个月。若你真报了名，别到时名次没拿到，身体再被拖垮了，不行。这件事我不同意，亮子一个人参加就行了，你安心回去上班。师傅，我身体真的没事了，你看我最近工作上是不是没被身体影响，一整天都能干得下来。我想通过这次比武证明自己，也想拿到那张自行车票。这是盛启辉的真心话。听到第1名奖励1张自行车票，他就动了心。苏葛一直想要1辆自行车，家里的积蓄够买自行车，差的就是1张自行车票。再者，他也想通过这次比武，用实力证明自己。到了下午，机械厂正式发布了举办全场技术大比武的通知。这次大比武包含10个工种，涉及到机械厂几乎所有生产车间。鲁朝全给自己的班组开了会，初赛会刷下来绝大部分人，只有总报名人数的1/10能进入决赛，淘汰率可谓是非常的高。想报名的举手，我看看有多少人。一个班组10几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最后刷的有5个人举了手。看到盛启辉也在预报名的行列中，所有人都露出一模一样惊呆的表情。盛启辉，这可是全场大比武，不是闹着玩的，你凑什么热闹呀？是啊，江哥去是给咱们组争光，你去，那不是给咱们组丢人吗？就是，盛启辉报什么名？就他那身体情况，搞不好在比赛现场就直接晕了过去。说什么话的都有，总之全都是反对盛启辉参加报名比赛的声音。安静，都给我闭嘴！盛启辉这次报名是经过我同意了的，他技术水平参加这次大比武没问题，身体情况也比过去好多了。不能一直用老观念看人，也得看看对方最近的变化。这次参加比武的人选就是你们5个了，回去好好准备，初赛拿出个好成绩来。有什么困难及时和我反映。散会。回家后，盛启辉把自己报名参加全场大比武的事和苏葛说了，并告诉苏葛，最近一段时间晚上不能正点下班，要留在厂里练习。放心，你专心在厂里练习，家里有我照顾呢。就是你这身体，媳妇放心吧，我最近觉得身体又好了不少，不然也不能想要去参加比武。真的？反正你别太逞强，实在撑不住了别硬撑，身体最重要。好的，放心，我有分寸，肯定以身体为先。听盛启辉这样说，苏葛也就放下了心。第2天晚上，盛启辉果然没有回家吃晚饭。是的，他是在厂里加班练武去了。过了好一会，盛启辉回来了，苏葛赶忙迎了过去。一瞧见盛启辉的模样，苏葛立马就心疼了。这家伙怎么搞的？眼睛下面又出来黑眼圈了，而且整个人很憔悴的样子，走路步子都不利索了，怎么把自己累成这样？不是说一定要注意身体吗？他正想过去帮盛启辉把外套脱下来，哪想猛地被他抱了个满怀。媳妇，让我抱一会儿。看到他这疲惫的模样，苏葛更心疼了。但他知道盛启辉这会儿很累，所以什么话都没说，只静静让他抱着自己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盛启辉才抬起头来，脸上气色恢复了不少。媳妇，我今天练了1个晚上，好累好累。你也太拼命了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本钱劈没了看你怎么办。我今天练得太投入，忘了看时间，明天一定不会来这么晚了。盛启辉今天的确练得太投入，等发觉浑身疲累到抬起手指头都费劲时，才惊觉电量条竟然只剩下一丝丝，生怕晕倒在车间里，他赶忙回家，终于赶在电量彻底耗尽前抱到了媳妇。抱着媳妇充电好快啊，一会儿功夫就充到41%了，可惜没有突破41%，是不是我最近做的不够好，媳妇都没有多喜欢我一分呢？吃晚饭了吗？吃过了，在厂里食堂吃的。那赶紧洗洗睡觉吧，时间不早了，快9点半了。遵命。晚上准备就寝时，两人躺到床上，苏葛和盛启辉说起周日想去田家村小姑家里看看。苏葛没说自己要去找小姑商量换东西的事，只说跟小姑关系好，结婚以后还没去看过她。上次我拿回来的那些干菜都是小姑送来的，她对我真没得说，我寻思着也去看看她。媳妇，我陪你一块去吧，咱们买点鸡蛋糕和饼干，你看看再带些什么好。不用了，你不是要参加比武吗？周日一整天的时间太宝贵了，还是去练习比武吧，免得晚上加班这么晚。小姑那边我会和她说的，以后等你有时间了我再带你去。本来苏葛有心带盛启辉一块去，就是到时和苏秀芬说话会不太方便，现在有了个很好的理由可以单独去，苏葛当然更想一个人过去。盛启辉想了想，最后同意了。第2日，苏葛去了车站坐车，40分钟后终于来到了小姑家。小姑，我过来看看你。小葛，你来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快点进来。进了堂屋，苏葛从兜子里把带来的奶粉、动物饼干、水果罐头和猪肉罐头摆在桌子上，这些都是快到田家村时他从空间里拿出来的，每样他都只拿了1个，不敢多拿，怕太多苏秀芬不肯收，同时也会生疑。即便只有这些，苏秀芬也不肯收，让他拿回去。家里吃的都够，这些你拿回去吃吧。小姑，这么沉的东西，我大老远好不容易拎来，
您还叫我拎回去吗？苏秀芬一听也是，只得把东西收下来。苏秀芬当然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，尤其奶粉太不好弄了，也不知道大侄女是怎么弄来的。刚好她最近母乳不怎么够，搭配着奶粉喝，能顶好一阵子。小姑，放心吧，他们以后都不敢整啥幺蛾子了。苏哥把那天去苏家发生的事前后给苏秀芬讲了一遍。苏秀芬听到苏志胜两口子被那帮大妈欺负得无还手之力，高兴极了。活该，他们两个纯纯的活该，被个大妈盯上，不死也得脱层皮，看他们怎么收场。小葛，中午留在小姑家吃饭，一会儿饭就好了，吃完再回去。小姑，吃饭不着急，我这次来还有别的事想找你商量。啥事啊？苏哥把自己这趟过来的目的说了下，听到他想换鸡鸭蛋和肉类粮食，苏秀芬一口应了下来。没问题，我就养了10来只鸡，一天能下7、8个鸡蛋。想要鸭蛋，我去隔壁问问，他家养了鸭子，还有猪。村里还能养猪？这出乎苏哥意料之外。是，头几年管得特别严，别说猪了，就算养鸡鸭都得被批。这几年村里已经松动多了，上面也不咋管，养鸡鸭的越来越多。至于猪，不是一般家里养得起的，隔壁能养，因为他家有亲戚在公社酒厂上班，能给弄来酒糟喂猪。原来如此，这情况可比我来之前想的好多了。不过猪肉平时没有，只有年节的时候他家才会悄悄杀一头，给关系好的人家分一分。苏哥倒没有很失望，他本来也没想过那么轻易就能换到猪肉。小姑，猪肉拿什么东西换，或者卖多少钱1斤？5斤大米换1斤猪肉，或者其他等价的东西都行。花钱的话，1块钱1斤，这个价格很合适。城里1斤猪肉要1块3一斤，关键没有肉票，人家还不卖。行，要是他家杀猪了，小姑你帮我留5斤，我拿东西换。苏秀芬很爽快地应了下来。其他的鸡蛋我要50个，鸭蛋20个。换东西的话，看他们想要什么了。饼干、罐头这些，我在食品厂有认识人，能弄到内部价。你啥时候在食品厂有认识人了？我现在住的大院里有个嫂子跟我关系挺好，她是在食品厂上班，平时我俩之间也会互相换点其他东西。这些东西你也是通过她弄来的？都是食品厂内部供应的。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买双新鞋边运动边看。想要知道买的鞋子是不是正品，这时候就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，只需上传图片，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。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，覆盖鞋服、箱包、美妆、手表、玉石珠宝、酒水、宠物等19个品类，专业可靠。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。不要票，还比百货商店便宜。乡下好些东西都买不到，尤其城里食品厂的东西，你要是能多弄来些，可以加价在乡下卖了，准保好卖。苏哥本来就有这个意思，见苏秀芬主动提起，不由来了精神。小姑，这么干真能行吗？我原来也想过，但是怕管得严，然后就那啥了。光咱们自己干，风险肯定大，不过拉上别人就不一样了。拉上别人？我家隔壁3间砖瓦房看见了吧？他家是我们村最富的，为啥人家能养猪？除了酒厂有亲戚，他家还有亲戚在公社，人家上面有人。你是说他家儿媳妇跟我关系不错，是个胆大心细、心思活泛的，养猪挣钱就是他的主意。要是能把他拉进来一块干，保准没人敢说3道4，就算真有啥事，也有人给顶着。如果这是真能成，岂不是很快就能开始挣钱了？苏葛和苏秀芬商定好，由苏秀芬出面去和隔壁王彩贵提倒卖的事情。你和家里闹成这样，你爸妈那边以后都指望不上了，他们不来闹你就属万幸，多留些钱傍身，总归是好的。小姑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不过咱们说好了，这事如果真成了，挣来的钱咱们得平均分。不用给我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小姑不能赚你这个钱，你和王彩贵分就行，他是外人，不好让人家白干活，总要给人家分一部分钱。他的是他的，您的是您的，咱们就这么说定了，不然这生意我可不做了。苏秀芬见推辞不过，只好应下了。在小姑家吃过午饭，临走时小姑还给她揣了10个鸡蛋、5个鸭蛋，还从自留地里摘了青菜、黄瓜、西红柿等，给装了满满一兜子，让她带回去吃。有消息了我就让人给你捎口信。小姑，等你的好消息。晚上苏葛吃完饭没啥事，又把教科书翻出来看了看，看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书。盛启辉从厂里回来了，怎么搞的？是不是又忘记看时间，把自己累着了？看到媳妇，盛启辉立马将人抱住，赶紧充电，再不充电，他怕下一秒自己会倒下，到时苏葛会被吓坏的。转眼夜校快开学了，媳妇，夜校马上要开课了吧？周3开始上课。第一天上课，到时我送你过去。苏葛本来想拒绝，但是想了想，老公不就是要这个时候拿来用的吗？于是便同意了。第2天去夜校报道，苏葛临出发前给自己拾掇了一下，穿上新做的衣服，立刻显得青春靓丽了许多。我这身怎么样？在足足5分钟的沉默过后，盛启辉终于开了口：媳妇，你要不还是换一件吧？还有发型，在脑后盘个髻不是挺好看的？什么审美？
我现在这样才像个学生样。既然要去学校读书，那就得拿出学生的精气神来。盛启辉还想继续反对来着，可惜苏葛小眼神太犀利，害得他把话全都咽回了肚子里。他哪是觉得苏葛这身不好看，正相反，他是觉得苏葛这身太招人了。夜校里全是年轻人，媳妇这么漂亮，万一被人惦记上可咋办？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说到车，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在夜校里好好学习，这次学习机会难得，一定要把握住机会，别浪费1分1秒在其他事情上。盛启辉拐弯抹角说了半天，苏葛终于听出来他的弦外之意，不由又白了他一眼。想什么呢？我可是要去好好学习的，哪有闲心想些有的没的。盛启辉把苏葛送到学校大门口，看着他走进校门，才离开。同学你好。你好。苏葛简单点了下头，算是打过招呼，之后继续整理书本。本想着自己交流意愿不大，对方就能识趣走开，没想到那人却自我介绍起来了。我叫于寒松，在印刷厂上班，以后咱们就是同学了，多多互相帮助。然而苏葛并没有介绍自己的想法，同时他对眼前这个人的观感并不是很好，于是只简短的应付了句：我叫苏葛，老师来了，应该快要上课了。他说这话是在暗示于寒松快点回自己座位，哪想到于寒松还在笑眯眯的说话。苏葛是百舸争流的那个葛吗？真是好名字，谁给你起的呀？太好听了。于同学，真的要上课了，你挡到老师的视线了。于寒松闻言转过身，正好和讲台上的男老师四目相对。还真被盛启辉说对了，可我也确实没想到，还没开始上课呢，就遇上搭讪的了。下课后，苏葛一边收拾书包，一边用眼角余光瞧见于寒松频频往他这边看过来，甚至还打算朝他这里走。上了一晚上课，苏葛累得够呛，实在懒得应付他，加快速度装书包，终于赶在于寒松走到自己面前之前，离开了教室，一路奔向学校外面。此时有几个和苏葛一样刚放学的女生看到盛启辉，悄咪咪地朝他那边看过去，看了一眼，又看第2眼、第3眼。看到这一幕，苏葛顿时心里酸溜溜的。怎么样，第一天上课还适应吗？还好，上了3节课，老师讲的内容不算太难，我都能跟得上。那就好。盛启辉笑了下，他那样温柔的一个笑，令苏葛心脏的位置持续发烫，好像被加热器在不断加热一样。他正要往前走，猛地手被盛启辉握住了。干嘛？快松手，等会别被我同学看见了。苏葛小心脏从来没跳得这样厉害过，下意识就想让盛启辉放手，盛启辉却没有反应。男子明明很激动，却还要装作一副很淡定的样子。这是什么表情？难不成自己刚才哪句话说错，惹到了他？苏葛猜错了，盛启辉没有生气，此刻他强行让自己绷住表情，才没有失态。就在刚刚，许久没有变化的电量条再次发生了变化，从41%骤然跃至55%。电量条又涨了，说明媳妇又多喜欢我一些了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冷？还好，只是有一点。盛启辉意识到还是被媳妇察觉不对，赶紧用话遮掩过去。夜校隔天上1次课，因此第2天苏葛没有课，正常下班回家。盛启辉依旧在单位加班，没按正点下班。好香啊！苏葛走进了厨房，就看到盛瑞在做饭。你小叔不在家，没人帮你们，等小沈回来做多好。小沈没事的，以前小苏身体不好的时候，都是我做饭，我都做惯了的。最近粉丝总催更，为了能快点回家剪辑视频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5系，只花了8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你现在要上班，还要去夜校上课，太辛苦了。以后晚上的饭我来做，还有我可以给哥哥帮忙，我们2个人能做饭。小沈，你放心吧。看着2个懂事又贴心的孩子，苏葛心头暖融融的，无法言说此刻的心情。小沈，你快去休息一会儿，等吃饭了我叫你。好，小沈听你的，那你和哥哥小心点，注意安全。苏葛说是离开，其实根本没走远，一直站在厨房外面留意着里面的动静。之前他也见过盛瑞炒菜，不过那时候都有盛启辉在旁边，他一点不担心。今天盛启辉不在，多少他还是不大放心的。这时樊雪晴走了过来，说让苏葛帮忙买鹿尾和老母鸡。苏葛很爽快地答应了。到了周日，等盛启辉去厂里后，苏葛就出发去田家村。我正想托人给你捎口信呢，不想你先过来了。小姑，是卖东西的事有着落了吗？对呀，我把事情和王彩贵一说，他就同意了。不仅同意，他还说咱们脑子好使，能想到这样好的赚钱法子。同意了就好，要是可以，今天我想跟他见上一面。我现在就去叫他。小姑，先别着急走，我今天过来还有另外一件事。他把樊雪晴想买鹿尾和老母鸡的事跟苏秀芬说了。老母鸡好说，我家里就有，只是鹿尾这个不好碰，我得去问问。小姑，还真有鹿尾吗？
村里有个老猎手，对这附近一片山熟悉得很，打猎物没有失手过。前些年不让打猎，不过这2年政策松动了，他闲不住，又开始往山上跑。我去他家里问问，或许他那里能有鹿尾。太好了，要是能有，真是帮了大忙。我先去问问，你在家里待着，就别跟我一块去了。陌生人在村里活动，被其他人看到了，搞不好要起疑心。过了约莫半个小时，苏秀芬从外面回来了。事情成了。对，田大爷说他那里正好有一条晒干的鹿尾，本来想泡酒喝，我跟他说了我侄女要，他说先给你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！我和田大爷说好，一会儿他把鹿尾拿过来，价格上我跟他说5块钱。等等，小姑，咱们之前不是说好7块钱吗？之前和苏秀芬说买鹿尾的时候，苏葛没藏着掖着，直接告诉他对方愿意出10块钱买鹿尾，他们花7块钱买回来，2人还能挣3块。哪想到苏秀芬更能杀价，竟然5块就买到手了。5块钱已经不算少了，我先试探着跟他说了下，他愿意那咱们就能多赚点，他要是不乐意，再加钱也来得及。然后你说5块钱，他就同意了，一口答应下来，还高兴得很。5块钱呢，在城里或许算不得太多，在农村可不是个小数目。小姑，那咱们能净赚5块钱了。2人正说着话，田大爷带着鹿尾过来了。苏葛检查一遍，鹿尾保存完好，品相很不错。其实他也看不大明白，田大爷口若悬河，给他科普了半天鹿尾知识。老爷子话里话外都透着古德一劲儿，意思是苏葛找对了人，10里8村除了他这里，别人那儿都买不到。鹿尾到手，苏葛拿了5块钱给田大爷，送走田大爷。苏葛又拿了2块5给苏秀芬，苏秀芬却说啥都不同意，最后勉强收了2块钱。咱们合伙做生意是一码事，这是给你朋友帮忙是另一码事。提起做生意，苏秀芬又马不停蹄地去地里，把正在上工的王彩桂叫了回来。彩桂，这就是我侄女，上次和你提过的。小葛，这是邻居嫂子王彩桂，你叫彩桂嫂子就行。彩桂嫂子，你就是苏葛呀，长得可真俊，跟你小姑眉眼都像。你们2个站在一起，不像姑侄，倒像是姐妹。像啥姐妹？真能胡说！3个人闲聊了几句，就说到正题上。小葛，我听你小姑说，你认识人能买到城里的食品、布料这些，不止，还有日用品，我也能买到。主要我住的那个大院，各个单位的都有，买东西找他们很方便。此时苏葛睁眼说瞎话，其实刚才所提到的所有东西通通都是空间出品，连日用品都有，那可太好了。食品啥的，乡亲们要买也是赶在过节的时候买，其他时候舍不得吃。但日用品和布料这些，平时也能用得上，尤其家里要娶亲的，没有票想买都买不来。所以咱俩负责找买家，小葛负责提供货。对，到时候赚了钱，不管利润多少，咱们3个平分。好，那咱们就说定了。3个人把事情定下来，又商量了一下细节，便各回个家了。这天晚上有课，盛启辉提前从厂里回来，吃过晚饭送苏葛去上课。苏葛不要他送，但盛启辉不肯，执意要送他。路上，苏葛把今天去田家村的事和盛启辉说了下。我帮雪琴姐买到了鹿尾和老母鸡，鹿尾赚了3块钱，老母鸡赚了2块，一共5块钱。一下子赚了这么多？是啊，我发现从农村倒腾东西到城里，能赚不少差价。不行，帮忙买一些就算了，不能当成副业来做，那样太危险了。哼，还好没说和小姑他们做生意的事，不然就完蛋了。到了学校，盛启辉目送苏葛进了校门，才转身离开。等坐在教室里，苏葛才后知后觉地想起，今天盛启辉的气色看起来很不错啊，去厂里加了1天班，又送我来夜校，也没见他像以前那样累得不行，好像身体又好了不少。苏同学，如果你有想印的练习册什么的，可以来找我，我都能帮你印。谢谢了，但我目前没有需要印的东西。于寒松不气馁，还想继续说什么的时候，旁边座位的一个女生热情地叫住他。于同学，我有想印的练习册，你能不能帮我印呀？于寒松淡淡看了那个女生一眼，大脸盘她鼻子，长得比普通还差上那么一点，立刻默默地移开视线，当没听到，转身走了。晚上临睡前，苏葛又想起苏建新带着许曼兰回滨江的事。许曼兰是原书女主，自带女主光环，她还是有些担心会出啥幺蛾子。第2天上班，趁着中午休息时间，苏葛去找了宋盼娣。嘿，你这个大忙人，终于有时间来找我了。最近夜校开始上课了，家里的事情也多。听到夜校上课，宋盼娣来了精神。快跟我说说，在夜校上课感觉怎么样？里面老师同学都好相处吗？我们班的班主任挺好的，讲课也讲得好，同学们各行各业哪里的都有，不过接触比较少，大家都是一下课就回家了。那你要上几年呀？2年吧。夜校高中班是2年，但苏葛不打算念那么久，他预备1年就修完全部课程。不过现在这只是他的一个想法，能不能具体实现，还要看这1年的学习进度。对了，我听说你上次带着你家那位回娘家大闹了一场，可惜当时我没在家，不然能过去凑个热闹。嘿，我正想问你这事呢，后来我没再回去过，也不知道我家里现在是个什么情形。嘿，我就说你怎么突然来找我，原来是无事不登3宝殿，没事的时候想不起来，这会儿想起我来了。
谁叫你是我好姐妹呢？经过上次的事，葛大妈恨上你妈了，你爸妈都被她强制去街道办学习，因为耽误工作，这事还被捅到你爸单位去了。听说他被单位领导狠狠训了一通。还有这事？还有呢，你大哥带着对象回家来了，就是前天的事。你家上回不是被葛大妈带人给砸了吗？你爸妈愣是舍不得出钱修理，结果你大哥和对象一回来，看见满屋狼藉，你大哥当时就不乐意了，跟你爸妈狠狠吵了一架，逼着他们拿钱，带对象住招待所去了。然后呢？苏建兴的对象没闹？没闹。一开始你爸妈嫌弃他是农村人，对他态度挺不好的，他也没说什么，还回家去陪他们。后来不知怎么的，你爸妈对他态度大转变，现在对他特别好。说到这里，宋盼帝看了一眼苏葛，我可能要说句你不爱听的话。有什么话你直说，他们现在无论做什么都伤害不到我。他们现在对你大哥对象比对你这个亲闺女可好多了，不仅给了500块钱做彩礼，据说还要给买3转一响。买3转一响的钱哪来的？还不都是你这些年的工资攒下来的？对你这个亲闺女抠抠搜搜，对未来儿媳妇可是大方的很。宋盼帝越说越生气，苏葛没生气，他从来也没把那一家子当成过家人。他此刻在想的是，许曼兰不愧是自带女主光环的原书女主，竟然把苏志胜和罗香花2个极品收拾得服服帖帖。只是宋盼帝的一番话提醒了他，那可是原身辛辛苦苦上班赚的钱，原身一点没享受到，凭什么便宜了别人？下午，苏葛请了1个小时假，提前下班去了苏薇所在的初中找苏薇。听说大哥带着对象回来了，是吗？是的，大姐，大哥带着对象回家。一开始我还挺高兴的，我以为大哥带着对象回来会转移爸妈的注意力，我的日子能好过些。谁知日子过得比原来还糟，以前只伺候爸妈和小弟3个人，现在变成了伺候5个人了。这些天我不仅要洗爸妈和大哥小弟的衣服，竟然还要洗未来大嫂的衣服，尤其连未来大嫂的内衣都要扔给我。大姐，那个家我1天都待不下去了。苏薇一五一十把这2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伺候5个人很累吗？原身原来在家伺候的可就是5个人呢。爸妈和大哥真是太过分了。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配双正品好鞋，边运动边看。推荐得物 App 专业鉴别功能，只需上传图片，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。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，覆盖鞋服、箱包、美妆、手表、玉石珠宝、酒水、宠物等19个品类，专业可靠。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。再怎么也不能让你伺候还没过门的大嫂。再说，就算她过了门，也轮不到你一个小姑子来伺候。委屈了好久，终于找到一个站在自己这边、为自己考虑的大姐。苏薇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猛地抱住了苏葛。大姐，你这次来找我，肯定有事，需要我做什么，尽管说。哎呀，小妹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就是单纯过来看看你，顺便问问你在家过得好不好。看大姐的表情，又不像是在说假话，难不成大姐真是特意来看我的？这周日你有时间吗？我带你去百货商店，咱们挑块布料做衣服，给我做衣服。看你身上的衣服都不合身了，大姐给你做套新的。怎么？周日那天有事？周日大哥对象的父母要从乡下来城里，妈不让我乱跑，让我那天在家待着。哎呀，时间太不凑巧了，我本来寻思早点买不了，早点给你做完衣服呢。大姐，我听妈的意思要请他们在家吃中午饭，下午应该就没啥事了。下午咱妈说要带未来大嫂去买3转一响，他们没叫我跟着去，我下午就没事了。苏葛其实也是想从苏薇身上打听家里的情况，听到苏薇说完，他脑子里立马就有了新的计划。那很不巧了，我突然想到周日下午我还有别的事，只有上午有空，那我只能改天再带你去买面料做衣服了。好的，大姐。转眼到了发工资的日子，盛启辉把自己的工资交到了苏葛手里。自盛启辉转1级工后，第一次领工资，足足有34块5，和苏葛的工资加在一起，他们2个人1个月能到手63块5。盛启辉提一下，这天晚上家里没做饭，他们领着盛瑞盛家去附近饭店，点了2个肉菜改善伙食。以后每个月发工资，咱们都来下一次馆子。苏葛没有异议，1个月只有1次，凭他俩的工资还是负担得起的。这天晚上躺在床上，盛启辉跟苏葛提起，想找个时间带他去补拍张结婚照。媳妇，咱俩结婚都没拍结婚照，实在委屈你了。咱们现在手头挺宽裕，我寻思要不周日去照相馆补拍一张。周日可不行，我还有计划呢。补拍照片不着急，你先忙技术大比武的事，等忙完了这阵子，咱们再去拍照也来得及。到了周日那天，盛启辉又起了个大早去厂里加班。苏葛走到大杂院外面僻静的小路上，看看四下里无人，进了空间。等苏葛再次从空间里出来，已经换了一身行头，乔装改扮后，苏葛立刻坐上公交车，前往百货商店。到了百货商店，苏葛直奔卖3转一响的柜台，挨个看了一圈，然而并没发现苏家人的身影。难不成他们还没到？是我来早了？等了差不多1刻钟，瞧见几道身影进了百货商店的大门。走在最前面的是苏志胜和罗香花，后面跟着一对年轻男女，男的正是苏建新，走在他身边的女同志自然就是许曼兰了。这还是苏葛头一次见到原书女主，不愧是女主。许曼兰肤白貌美，一身气质根本不像农村姑娘，站在人堆里出众的很啊。苏建新和许曼兰后面还跟着一对中年男女，2人穿衣打扮像是从农村过来的。苏葛猜测他们2个是许曼兰的父母。苏葛尾随在他们身后往百货里面走。进到百货里，许曼兰的表现和许父许母完全不同。许父许母看哪里都觉得新鲜，许曼兰则淡淡的看四周的眼神带着审视的意味。
果然是重生人士，见过了后世的繁华，这个年代的百货再也看不进眼里。是的，作为嫁给夏香知青后，我一胎三宝。这个年代文的女主许曼兰是重生的，上辈子许曼兰嫁给了同村的杨红安。最近粉丝总催更，为了能快点回家剪辑视频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5系，只花了8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，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一辈子待在农村，生下的几个孩子也跟着在农村受苦，而她表姐许妙兰却嫁给了下乡知青苏建新。知青返城时，苏建新带着许妙兰回了滨江，许妙兰一下子成了城里人。得知此事，许曼兰羡慕的不得了，看着表姐在城里吃香喝辣，过着她可望而不可及的生活，更是悔恨的不行。于是，在许曼兰发现自己竟然死后重生时，她毫不犹豫地毁掉跟杨红安的婚事，从表姐许妙兰手里撬走了苏建新。把你们柜台最好的手表拿出来，让我们挑挑。哟，这小伙口气倒不小。听到儿子的话，苏志胜隐隐觉得不对，正要拦住他，柜台里营业员已经拿了一块手表出来。这是今天新到的瑞士手表，进口货，全冰窖，一共就2块，保准戴上没人和你的重样。这表多少钱？208块钱1块。曼兰，你觉得这块表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挺好的，要不就这块吧。营业员开票。根本没有征求苏志胜和罗香花的同意，苏建新就要买下这块瑞士表。许曼兰其实不想买这么贵的表，不过苏建新乐意，他当然不会傻到去反对。没想到未来女婿如此大手笔，果然是大城市的人，出手也太阔气了。爸，快点掏钱，人家营业员等着呢。钱我缝在衣服里面了，你等我找个地方拿出来。找了个借口，苏志胜给罗香花使个眼色，两人一前一后离开手表柜台，走到一处人少的地方。建兴这孩子咋回事？跟咱们商量都不商量，就要买那么贵的手表。罗香花心疼钱，不过更心疼儿子。算了，儿子就结这么一次婚，总得让他高高兴兴的。啥玩意儿？咱俩出来钱算的好好的，买块上海表120，永久自行车170，加上收音机和缝纫机，家里剩下的500块钱刚刚好。结果他就弄这么一出来，买了200多的手表，其他的还怎么买？咱们身上带的500块钱根本不够呀。说到身上带着500块，苏志胜下意识往衣服内兜里摸了下。不远处，苏哥躲在一处遮挡物的后面，暗中留意着两人的动向。看到苏志胜的动作，他立刻确认他身上的钱放在了哪里。原身辛苦赚来的钱，我可不想白白便宜别人。苏哥快速的从他们身边擦身而过，苏志胜和罗香花都认不出来他。果不其然，等苏志胜和罗香花不情不愿的往手表柜台走过去时，苏哥快走几步，越过他们，从苏志胜身边擦了过去，同时厚厚一摞大团结掉落在苏哥的空间里。女子只是从两人身边走过，空间里就多了一摞大团结。然而苏志胜还没发现钱丢了，他此刻正在满肚子搜刮能劝出苏建新的话。曼兰啊，你看上海表怎么样？上海表可是国内知名手表，有知名度，质量还有保证。反正买手表就看个时间。哼，我不管，这块瑞士表曼兰戴着好看，我就要给他买。眼看亲家和许曼兰3个人视线都投到了自己身上，苏志胜顿时一个头2个大。眼看今天这是混不过去，他只能硬着头皮从衣服兜里往外掏钱。爸，快拿钱啊！人家营业员等好久了。麻烦您快点，后面还有好些人在排队呢。我的钱，亲家怎么了？苏志胜来不及回答，他也没心情回答。苏志胜把衣服兜里外掏了一遍，还是没有。500块，整整500块啊！全没了，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，真想去车到现场看看。说到车，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，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，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孩子他爸会不会是被小偷偷走了？报警吧，500块钱呢，不是个小数目。这块瑞士表你们还要不要了？我们倒是想要，没见着我们钱丢了吗？拿什么买啊？切！什么人呐？没钱还想买瑞士表，还说自己多有钱，结果一块表都买不起。哼！想什么呢？是在担心你家小胜吗？师傅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听说机械厂今天有技术大比武，也听说你家小胜参加了，我还听说你家小胜很厉害，初赛时就拿了第3名呢。师傅，你消息也太灵通了，这都知道。都是几个大厂的，打听就知道了。你家小胜这次要是决赛拿到了好成绩，你也得加油，咱们厂也有技术大比武，到时候你也报名参加。不，我技术上还差得远，得再练练。再说我现在白天上班，晚上去夜校，就怕到时候精力不够用。行吧，你好好在夜校上课，把毕业证拿到手，那个是正经的，等夜校这边结业，再考虑大比武的事。这天中午，苏葛去找宋盼娣，跟他约明晚去家里吃饭。宋盼娣很痛快地答应下来。嗨，你们大院有没有合适的小伙子？吃饭的时候顺便还可以相个亲。我们大院未婚的小伙子还真有，不过跟你合适的没有哦。怎么着急了？哎，我妈催得急，这几天又张罗让我相亲呢，这次的更不靠谱，愁死我了。我帮你在机械厂打听了，那边年轻小伙子多，可是光倒插门这一条，基本上就都排除掉了。哎，算了，你也别为我操心了，我妈那边安排的相亲，我去应付一下就算了，缘分这种事强求不来。反正不管怎么着急，都不能随便把自己嫁了。上次刘广华的教训可别忘了。我记得牢牢的，永远也忘不了，放心吧。晚上，盛启辉一脸疲惫地从外面进来，一进门就靠在了椅子上。瞧见媳妇走了进屋，盛启辉立刻朝他张开手臂：“媳妇，过来抱抱。”哎，真是没办法，
自己选的老公，自己宠着呗。抱着媳妇的感觉可真好，而且媳妇身上好香啊，是香皂的味道吗？不对，比香皂还要香多了，是一股会让人不自觉沉醉的味道。脑子里的电量条在不断攀升，不过电量条涨了以后，充电时间也相应变长了。盛启辉打算把电量条充满，好为晚上做准备。谁知才充到30%，盛瑞做好了饭，领着盛家从厨房里出来了。哎呀，羞死人了！被俩崽子撞见这一幕，苏葛羞臊的想钻地洞里。盛启辉张了张嘴，正要说些什么的时候，盛瑞用胳膊肘撞了撞妹妹，赶紧把菜盘子放桌子上，小心一会儿打了。哦。随后盛瑞把盛家拽回了厨房。小苏小沈的事少问，记住了。为什么不能问？我刚才看见小叔抱着小沈，叔叔阿姨们抱我，是因为喜欢我，小叔也是因为喜欢小沈才抱着他的吗？盛瑞虽然才10岁，但他早熟，朦朦胧胧的多少懂一些。反正你别管了，看见了也当没看见，出去也不许乱说。媳妇，你不问问我今天比武结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结果出来了吗？还没有，得明天才能出来。不过我对自己有信心。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说到车，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，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。应该是第一。真的？差不多，不过还得看明天的通知。苏葛看了厨房门口一眼，见盛瑞和盛家一时半会儿出不来，快速在盛启辉脸上亲了一口。我男人可真棒。吃过晚饭，苏葛要去夜校上课，盛启辉送他过去。走在路上，苏葛把约宋盼娣明晚过来吃饭的事跟盛启辉说了下。本来早就想约他，但你忙着比武，我不想打扰你，就约了明天。咱俩想到一块去了，我也约了师傅和大师兄，让他们明晚来家里吃饭。啊，这也太巧了。没事，加2个菜就行。再说人多热闹。那我回头想想，再炒2个什么菜。家里有小姑给的干茄子，可以炒1个辣椒干茄子。明天早上我早点起来，去买肉，看看有什么青菜，也买一些。我明天跟你一块去，还得买几瓶汽水。对了，你师傅师兄是不是能喝点白酒？咱家好像还有1张酒票。行，明天我去看着买1瓶白酒，买汽水也交给我。走到学校门口，2个人也商量好了明天请客的事。下课了，我还在门口等你，别着急，慢慢收拾东西。知道了。2人间的互动全都落入不远处推着自行车的于寒松眼中。苏同学，于同学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刚才看到有人送你过来，那个就是你爱人吗？是啊，是我爱人。你为什么会找这样一个男人？我找什么样的人，好像和你没关系吧？于同学，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？哼，男人光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给不了你好的生活，你难道甘愿过这种生活吗？我过的什么样的生活？别说的好像我们之间很熟似的。连自行车都没有，竟然只能陪你走路上学，这种生活你不委屈吗？如果你用有没有自行车作为评判别人生活好坏的唯一标准，那我只能说你挺可悲的。另外，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，我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无非必要。以后我们还是不要有交流了。说完这句，苏葛头也不回的大步走开了。于寒松推着自行车，傻愣愣的在原地站了好半晌。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这是彻底被拒绝了吗？对盛启辉，于寒松此刻又妒又恨，同时他连苏葛都埋怨上了，心底的怒意无从发泄。直到进了班级，于寒松跟自己关系要好的几个同学说了一堆苏葛的坏话。男子靠着自行车向女生表白，被拒绝后恼羞成怒，到处散播女生的坏话。喂，你听说了吗？咱们班的苏葛竟然已经结婚了，而且听说嫁的还是个不怎么样的男人。范玲玲，你别瞎说，背后这样说别人不好。切，我怎么就是瞎说了？不信你去问苏葛，看他是不是结婚了。我去问人家这个干嘛？好奇怪。哼，看他平时一副傲气的样子，以为自己长得还行，学习不错，就狗眼看人低。没有吧？苏葛平时态度挺好的呀，有不会的题去问，他都耐心的帮着解答。秦玉，你到底是谁的朋友？帮谁说话呢？我。秦玉磕巴2下，还是说道：“谁对我帮谁？你啊。”这时苏葛走了过来。你刚才说什么呢？敢不敢再重复一遍？说就说，我刚才说。等一下，我没让你现在重复，我是说把老师叫过来，你当着老师的面再重复一遍。你有病吧？老师都要下班了，叫老师过来干嘛？我看是你有病，病得还不轻。别人家里的事，你都要插上一脚来管。既然这么爱管闲事，那就让老师过来评评理，看看范同学有没有资格对我家里的私事评头论足。我就说了那么2句，你至于吗你？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说到车，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，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也太小肚鸡肠了。你不小肚鸡肠，那好呀，我也说你几句呗。你家里爸妈是不是也这么没教养，所以教出来你这么没品的女儿？苏葛，你凭什么诋毁我爸妈？那你凭什么诋毁我爱人？只许州官放火，你也未免太霸道了。范玲玲被对的一时说不出话，气得脸红脖子粗。我的日子过得什么样，容不得你来智慧。那腰闲，多去做2道题不好吗？上次课堂测验没记错的话，你好像不及格吧？你呀，苏葛，你欺人太甚。
课堂测验不及格这事，简直说到范玲玲最痛的地方。全班一共35个人，她的成绩不仅不及格，还在班上排倒数。考试卷她都不敢拿回家给爸妈看，更是跟同学只字不提课堂测验的成绩。结果却被苏葛当众拿出来说，范玲玲一口老血快要喷出来了。这时候，早有跟苏葛关系好的同学见势不妙，去把班主任找了过来。苏葛一点没给他留情面，把刚刚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跟老师讲了遍。老师，我本来不想把事情闹大的，都是一个班的同学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维护班级团结是每个同学的责任。可范玲玲同学言语中波及到了我的家人，这点我实在无法接受。况且这种风气如果不及时遏制，对咱们班影响也不好。所以我觉得为了班级能有个良好的学习氛围，也该严肃处理范玲玲同学，以儆效尤。他的一番言辞有理有据，处处为班级着想。班主任老师边听边点头，看向苏葛的眼神透着几分赞赏，转过头看向范玲玲时则严厉起来。范玲玲还想为自己辩解几句，奈何班主任根本不听她的。班主任表示会让范玲玲写检讨，在班级当众给苏葛道歉，然后就把她叫到办公室去批评教育了。请问苏葛是在这个班吗？下课后，先走出教室的几个女生屏住了呼吸，有2个年纪比较小的女生脸都红了，想看又不敢看；有一个年纪稍大的女生稍微淡定些。苏葛是在我们班，请问你是？我是他爱人，来接他下课。这就是苏葛的爱人，长成这个样子。范玲玲居然说苏葛嫁的是个不怎么样的男人。就是，范玲玲应该去挂个眼科，好好看一下眼睛了。你怎么进来了？看你一直不出来，不放心，过来看看，你没事就好。没什么事，刚才和同学说了会儿话，耽搁了点时间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回到家，苏葛还想再看一会儿书，结果盛启辉特别积极的帮他打好了洗脸水和漱口水，还去把床上的被子铺好，而且今天没有铺2个被窝，只铺了一床被子。这家伙不对劲，十分不对劲。老话说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苏葛悄无声息地走到盛启辉身后，盛启辉整理好被子，一回身被他吓了一跳。你干什么坏事了？这么害怕呢？没有啊。媳妇，你想啥呢？真没有。不是说咱们要分开睡吗？今晚为什么只铺一床被子？媳妇，咱们以后还是睡回一床被子吧。要是不够盖，就把2床被子的棉花混在一起，重新做一床大些的双人被。不用，我觉得一人盖一床被子挺好的，自在还松快，我都睡惯了。可我睡不惯，我一个人睡，被窝里太冷了。说这话谁信呢？媳妇，我觉得我身体好像差不多好了。他话中暗示的意味过于明显，苏葛想当听不懂都难。你确定？一到车间，杜秋梅就看出苏葛的变化来。这会儿才有点新媳妇的样子。师傅，您别拿我开玩笑了，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说到车，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，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好了，师傅不逗你了，专心干活吧。下班的时候，宋盼娣等着苏葛一块走，看到他的第一眼，眼神就不大对，绕着苏葛看了一圈。你干嘛这么看我？我怎么觉得你今天不太对劲？哪有，不是跟平常一样。我也说不上来，反正就是一种感觉。不管怎么说，能看出来你生活得很幸福，我真羡慕你。要是我也能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爱人就好了。会的，缘分这个东西，说不好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就到了。哪有那么好的事？就算有，也未必会落在我头上。你这么好的姑娘，肯定会获得幸福的。哎耶，肉麻兮兮的，结了婚的人果然不一样。路上，苏葛告诉宋盼娣，碰巧今天盛启辉也请了他师傅和大师兄来家里吃饭，两边正好凑成一桌，都是关系比较近的人，到时候不要拘束。要不我还是改天再去吧。没事的，他师傅和大师兄人都很不错，再说我也没见过他们，今天也是第一次见，刚好你陪着我，咱俩还能做个伴儿。那好吧。苏葛领着宋盼娣回到自家时，盛启辉已经回来了，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江亮、鲁朝全没跟着一块来，他老家突然来的亲戚今天没法过来了。盛启辉把江亮介绍给苏葛和宋盼娣认识，江亮平时挺大大咧咧一个人，话也挺多，这会儿却傻愣愣的，半天憋不出来一句话。宋盼娣也有些腼腆，跟江亮打了声招呼后，就坐在一旁不出声了。盼娣，走，跟我去厨房，帮着打个下手。你小子行呀，难怪藏着掖着这么久才让见弟妹，原来弟妹这么好看。什么时候藏着掖着了？这不是因为大比武才耽搁了吗？弟妹旁边的姑娘也在纺织厂上班，对，她和我媳妇是邻居，从小一块长大的，后来又同时进了纺织厂。哦，那感情肯定不一般，难怪看着两人关系特别好。厨房里，原本盛瑞在厨房里炒菜，苏葛进来后把炒菜勺子接了过来，让他带着妹妹出去玩一会儿，等吃饭的时候叫他们。你家小侄子和小侄女都好乖呀，也太懂事了，还帮着你们炒菜。确实很懂事，我家那位以前身体弱，做不了家务活，都是盛瑞在家里做饭洗衣服。他可太厉害了，我外甥跟盛瑞一样大，别说做饭了，连自己衣服都不会洗，被我大姐惯得不像样，跟你侄子完全没法比。等一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以前身体弱？苏葛想起来了，自己确实没和闺蜜说过自家丈夫身体弱，当时是怕宋盼娣替她担心，就隐去了这点没说。不过这都已经是过去式了，想到昨晚两人那么甜蜜蜜，苏葛就不由得低下头，面颊有些泛红。提起你家盛启辉身体弱，你脸红个什么劲儿？她到底是个黄花大闺女，不像杜秋梅那样是过来人，能一下子看出苏葛身上发生了何种变化。好像是挺烫的。哎呀，自己一个好好的21世纪人士，咋能动不动就害羞成这样？淡定，要淡定。我脸红了吗？可能是厨房太热了吧。对了，你家盛启辉大比武最后拿了第几名？
不知道啊，不过今天机械厂应该已经公布名次了，他没提这事，要么比得特别好，要么比得特别差。那他大师兄也参加了吗？参加了，他们2个一块参加的初赛，一个拿了第3，一个拿了第2。2个人成绩都这么好，也还好吧。初赛的成绩说明不了什么，还是得看决赛成绩。那也很厉害了。机械厂这样的大厂，参加比赛的人肯定很多，能脱颖而出，说明他们很厉害的。对了，那个蒋亮多大岁数呀？看着比你家盛启辉大一些。废话，当然比盛启辉大，要不能是他大师兄吗？听盛启辉说，他师兄比他早4年进厂子，今年应该有31了。31，看起来一点都不像。汉弟，你从实招来，是不是对盛启辉的大师兄有什么其他想法？哪有什么想法？跟我还不说实话。汉弟，咱们说实在的，你要是真看上了，回头我问问盛启辉，让他给牵线搭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。宋盼帝愈发不好意思起来，头都快垂到肚子上了。行了，跟我还有什么不好说的？有啥想法就说出来，我还能给你出谋划策。这番话很是起了作用，宋盼帝终于点了点头。那你帮我问问吧。你决定了，毕竟是盛启辉师兄，一旦问了就不能反悔了。他年龄比你大8岁，有点差太多，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？大8岁倒没什么问题，只要10岁以内我都能接受。可唯一的，我担心他接受不了我家要求倒插门。哎呀，我怎么把倒插门这茬给忘了？不过问都没问，怎么能知道对方不同意呢？总得问过了才知道。先别那么灰心，你就别安慰我了，没有几个人能接受得了倒插门。别叹气啊，汉弟，其实我早就想说了，你妈非要你招上门女婿，可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，你难道就一定要听她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可我妈一辈子就生了我们4个女儿，她总说我们老宋家要是招不来上门女婿，就得绝户，天天在家里念叨，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，我也实在是没办法。其实招不招上门女婿的，不过是个形式问题，就算不是上门女婿，但如果男方同意生下来的孩子可以跟你家姓，那不也是一样的？可是这样和招上门女婿又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区别，这样结婚后，对方名义上不是上门女婿，你们小2口自己出去单过，但是等你们生了孩子，可以一个跟你家姓，一个跟他家姓，这样2家人都照顾到了。还能这样？宋盼帝从来没想过还可以有这样的解决办法。苏葛没法告诉他，在后世有好多小2口，尤其是2边都独生的小2口，结婚后就是这么干的。苏葛的话令宋盼帝黯然的神色重新焕发出光彩，他从来没想过还有这样一条路可以走。嘿，你可真厉害，这样的办法都想得出来，我实在太服你了。今天没有外人，都别拘束，大家敞开了吃。放心，我肯定不跟你们客气。对了，成绩下来了吗？你们比的怎么样？下来了，我们2个成绩都还不错。哪儿是还不错，启辉这次比的是太好了。弟妹，你家启辉这次可给我们班组大大的长脸了。今天下午公布了比武名次，他拿了第1名。启辉，恭喜你，你做到了，拿到了第1名。媳妇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支持，没有你，我也拿不到这样的好成绩。小2口望向对方，相视而笑。哎呦，太肉麻了，你们是不是忘了旁边还有别人呢？宋盼帝简直要被他整无语了。结婚以后，自己这个闺蜜的脸皮快要练得比城墙厚了。宋盼帝下意识朝江亮那边看过去一眼，恰好江亮也在看向他，不经意间2人视线撞在了一起，然后又快速分开。苏葛用脚轻轻碰了碰盛启辉的脚，然后对他使了个眼色。你们先吃着，我想起来得去找对门大姐说句话。等苏葛离开没多大一会儿，盛启辉也找了个借口从屋里出来了。为了给闺蜜和大师兄制造独处的机会，小2口找了个借口一前一后走走。怎么样，屋里啥情形？我出来的时候，2个人还没说话，这会儿不知道聊没聊上。哎呀，没想到请了一顿饭，还能撮合我闺蜜和你大师兄，真不错。但是我大师兄不可能当上门女婿，这点可能不符合宋家的要求。我大师兄家兄弟不少，但他爸妈观念比较传统，肯定接受不了儿子当上门女婿的。谁说一定要当上门女婿了？事在人为，只要他们2个愿意，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。说着，他把先前跟宋盼帝说过的办法跟盛启辉又说了一遍。媳妇，你这个主意还真好，确实是个好办法，一举2得。怎么样，你媳妇聪明吧？聪明，我媳妇最聪明了，谁都比不了。对了，媳妇，这周末咱们去百货商店买自行车去。买自行车？你弄到自行车票了？这次大比武拿到第1名的奖励是一张自行车票。盛启辉先前一直没告诉苏葛比武第1名的奖励，一个是怕他期待太高，万一没拿到会失望，再一个也是想给他个惊喜。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说到车，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太好了，咱们也要成有自行车的人了。不过自行车票暂时还没到我手里，明天厂里会开表彰大会，给比武前3名颁奖。我是焊接组的第1名，大师兄是第2名，我们2个到时都会上台领奖。等自行车票拿到手，咱们就去买车子，以后你上班就不用挤公交车了。
上次他就说过要给我买一辆自行车，那时候我还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，哪想到才1个月的光景，真的就要去买自行车了。你想买凤凰牌的还是永久牌的？哪个牌子都行，我不挑，到时候去百货看看吧，看了样式咱们再商量。好，反正到时候看你喜欢。小两口兴致勃勃地商量起周日买自行车的事，不知不觉半小时就过去了。走吧，咱们也回去吧，出来有一会儿了，不能一直把客人扔家里。等他们在进屋时，才刚推开门，就听见江亮的大嗓门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，一旁宋盼娣咯咯的笑，两人之间气氛简直不要太好。苏葛和盛启辉对视一眼，都读懂了对方眼里的意思，这两人之间有戏。最后江亮和宋盼娣帮着收拾完桌子，才离开。大师兄，麻烦你帮着宋盼娣，晚上路黑，怕他路上有危险。有我在呢，你们就放心吧。回到房间，苏葛突然想到了师傅白天说的话，不由得害羞了起来。媳妇在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快点去洗漱，睡觉了。乃至盛启辉却没走，反而凑得更近了点，贴在苏葛耳边问：媳妇，要不咱俩今晚？打住！我说睡觉就是纯睡觉，不老实就自己一个被窝睡去。第二天，盛启辉趁着休息时间把江亮叫到一处僻静的地方。师兄，昨晚你和宋盼娣聊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有没有想进一步发展的意思？要是有，回头我跟我媳妇说一声，让她问问人家的意思。江亮被问的脸都憋红了，不过最后还是点了点头。看见大师兄这幸福的样子，盛启辉实在不想泼他凉水，但该说的还是要说。不过师兄，有件事我必须事先跟你说一下，你心里有个数。啥事？盛启辉把宋盼娣家里的事详细交代了一遍，越听江亮的脸上的笑意便落下去几分。到后来，他苦着脸郁闷的不行。大师兄，我知道你爸妈不会同意你去当上门女婿，所以才想着把事情提前跟你说一下，有个心理准备。江亮垂着头，半天闷不吭声。你是个什么想法？能跟我说说吗？我觉得盼娣很好，活了31年，我才碰上个自己喜欢的人，不想轻易放弃。如果宋家非要上门的话，我会去跟我爸妈争取的。快过年了，开车回家有面子，赶紧上瓜子选车吧。盛启辉还是头一次看到江亮露出这样的神情，即便上辈子江亮和女知青谈恋爱的时候也没有这样过。看来他是真的很喜欢宋盼娣，人和人的缘分真的很奇妙。大师兄，你先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坏，其实还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。盛启辉把苏哥想到的办法同江亮说了一遍。哎呀，弟妹这主意实在太好了。这时厂长千金李文文走了过来。阿雅，原来你俩在这呢，赶紧跟我走，去后台化妆。化妆干啥还要化妆？我俩今天只是上台领奖的，又不是表演文艺节目。一会你们在台上领奖，台下记者是要拍照的，而且颁奖大会结束，记者同志还要采访你们呢，到时候说不定还要单独照相，化点妆拍出来好看些。还要采访啊？很快江亮化好妆离开了座位。盛同志，该你了。不用麻烦了，化妆品借用一下，我自己来。你自己会画？我媳妇教过我。什么？你媳妇？你什么时候结婚了？怎么回事？我才出差1个月回来，盛启辉怎么就结婚了？他一个病秧子，谁会嫁给他？启辉他上个月结的婚，没办酒席，也没刻意通知大家，所以厂里好些人都不知道。李文文脸色黑下来几分，正要说什么的时候，不远处有人喊他，李文文只好先走了。怎么就突然结婚了呢？先前一点征兆都没有，是他家里逼婚，还是被那个女人缠上了没法脱身？突然许新明走了出来，拦在了李文文身前。文文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刚才叫了你好几声，你都没听见。看到这么精彩的地方，手机没话费了，可怎么行？还好月底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领了话费券，操作简单到账快。现在点商城进充值中心或者点评论区，就有机会领1到4元话费券，赶快进评论区看看吧。许修明，不是跟你说过，上班时间不要来找我，你记不住吗？可我们已经好几天没见面了，不在上班时间找你，其他时间也找不到你啊。说吧，你找我什么事？我弄到2张电影票，这周6晚上的，到时候咱们去看电影吧。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有没有空，到时候再说吧。这部电影很好看的，电影票一出来就被卖光了，我是托了人才弄到的，你一定要去呀。我以前怎么就瞎了眼，会觉得许新明的长相和盛启辉有3、4分相像呢？为着这3、4分的相像，还跟他谈起了恋爱。反正我那天没空，电影票这么难得，你找别人看去吧。说完，他就要走，不过走出2步，他又转回身来。还有一件事，今天正好说清楚，许新明，咱们分手吧。相处这段时间以来，我觉得我们并不合适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许新明当即傻住了，手中的电影票掉落在地都没察觉。他和李文文才刚交往了1个多月，期间李文文还出差了1个月，也就是说，他们2个满打满算才约会了3次。就这么3次，他怎么就断定我和他不合适了呢？文文，这件事咱们必须说清楚，咱俩到底哪里不合适？我觉得咱们很合适啊，约会的那几次，咱们相处的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突然就要分手？说了不合适就是不合适，而且我当初说的很清楚，咱们先相处试一试，再说咱们谈恋爱的事，一直都没有公开过，我不希望以后从别人那里听到你提起这件事。见许新明还要说什么，李文文没给他机会。我记得下半年你就要评初级工程师了，把握好这次机会，别做让自己想不开的事。当初提出要处对象的是李文文，本以为撞了大运，竟然得到厂长千金的青睐，从此能够平步青云。直到此刻，许新明才发觉自己被人给耍了。文文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你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，我改还不行吗？分手了就是分手了，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，我还要上班，就这样吧。若是再纠缠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完了，一切都晚了。这天下班，苏葛心情颇好的从厂门口出来，准备去坐公交车。突然，许新明出其不意的出现在他面前，苏葛一下子都没想起来这人是谁，直到他开口说话，苏葛才猛地想起来。这不是第1集刚穿过来时见过的那个原身的渣男前任吗？当初提分手的事，现如今被现女友甩后，却上门求前女友复合。这渣男还敢来找我，一定没啥好事。苏葛，这段时间过得还好吗？分手那天，我记得和你说的很清楚，从此以后互不相干，谁再反悔骚扰对方，谁就是乌龟王八蛋。
怎么，现如今你还上杆子当乌龟王八蛋了？苏哥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和你分手是我不对，当时我鬼迷心窍了。这段时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，今天过来也是因为我实在忘不了你。哼，这么恶心的话，也就眼前这个渣男能面不改色的说出来了。滚！苏哥，你别这样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和你分手，你原谅我这一次，以后咱们好好的。下半年我就能评上初级工程师。最近粉丝总催更，为了及时回家更新视频，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到时候咱们就结婚，好不好？不好。盛启辉听到有男子在骚扰自己媳妇，二话不说就把许新明打倒在地，这一拳打得很重，许新明好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。这人是今天上午出现在机械厂颁奖大会上的盛启辉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苏葛这个女人才跟我分手1个多月，竟然就勾搭上了其他男人，简直水性杨花，伤风败俗。你苏葛，咱们才分手多久你就找到新欢了，简直不要脸。苏葛是我媳妇，而你现在在骚扰我媳妇。什么？你媳妇？许新明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媳妇，咱们报公安吧，他这是妥妥的流氓罪，必须要让公安来主持公道。报公安，现在就报！这人突然出现在厂门口，上来就说些不着调的话，对我身心都造成了严重伤害。别，有话好好说，咱们之间肯定有啥误会。没误会，我已经结婚了，这是我爱人，今天的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，所以公安我是一定要报的。许新明仿佛当头重重挨了一棒，咋样都没想到，当初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，竟然转身就去结婚了。最后苏葛和盛启辉到底去公安局报了案，公安同志一听有人耍流氓，这还了得，立即把许新明给抓了起来。公安同志，我是冤枉的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老实交代你是怎么对人家女同志耍流氓的。许新明不敢不说实话，哆哆嗦嗦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，特意强调自己不知道苏葛已经结婚，只是分手后想找他复合。公安同志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真的不知道他结婚的事，要是知道的话，打死我都不敢再去找他。我保证，我以后都离他远远的，绝对不会再犯今天的错误。许新明被拘留，苏葛算是出了胸中一口恶气，跟着盛启辉离开了公安局。你今天怎么会过来我们厂？今天我提前从厂里走了一会儿，想着过来找你，一块回家。见盛启辉情绪不高，有些闷闷的，苏葛主动挽住了他的手。我和许新明的事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，而是……媳妇，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，我没有因为这个不高兴。你也说了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那时候咱们还不认识。盛启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70年代人，上辈子他一直活到90年代末，自然不会真的如这个年代的人一样保守。只是得知媳妇有个前男友，前男友还口口声声说他以前有多么爱她，盛启辉情绪就不可避免的消沉起来。前2集和媳妇进一步接触后，电量条才堪达到60%，也就是说，媳妇对我的喜欢只达到及格线。快过年了，开车回家有面子，赶紧上瓜子选车吧。你怎么了？媳妇，咱们……启辉，这件事我一时半会跟你解释不清楚。总之，你不要相信许新明说的那些，我根本从来没喜欢过他，我这辈子喜欢过的男人只有你一个。这是苏葛第一次对盛启辉说出喜欢2个字，一瞬间，盛启辉只觉得胸腔里所有的郁结都消散无踪，脑子里好像炸开一朵朵樱花，那样绚烂。媳妇说她喜欢我，只喜欢过我一个。盛启辉无法表达此刻的心情，他想都没想，低头亲了一口苏葛。突然，盛启辉发觉脑子里的电量条又有了变化，原本60%的电量，在停滞几天后，在刚刚那一刻冲到了67%。他确定了，媳妇的确是喜欢自己的。走吧，咱们回家。对了，这个给你，这个周日咱们就去把自行车买回来。太好了，周日咱们就有自行车喽。另外，周日那天再去把结婚照补拍了吧，领证那天没拍上结婚照，怎么也得补一张，洗一张大些的，挂在家里。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两人刚走出大杂院，好几个大妈都问他们干啥去，拾掇得这么好。苏葛挨个笑盈盈的回答，他们要去补拍结婚照，顺便买自行车。盛启辉靠着大比武第1名得到1张自行车票的事，大杂院里几乎都听说了。听到他们去买自行车，大家都羡慕的不行。现如今有辆自行车可是顶奢侈也顶有面子的事。到了百货商店，两人直奔卖自行车的柜台，这里停着各式各样的自行车，有本地产的，也有外地产的，其中最出名的就要数凤凰和永久了。这2个牌子是苏葛唯二知道的2个老品牌。同志，你们是要买自行车吗？是的，麻烦您给介绍一下。最好的牌子当然是永久和凤凰，不过这款飞达也是沪市产的，质量也不错，价格上要便宜30块。营业员如数家珍，把摆放的自行车给苏葛和盛启辉介绍了一遍，详细说了品牌、价格、产地等等。苏葛看得眼花缭乱，原来这个年代的自行车有这么多品牌。看了一圈下来，他和盛启辉合计了下，最后决定还是买永久。苏葛本想买辆28大杠，盛启辉提出既然主要是他骑，还是买26的女士自行车比较好，28的对他来说太高了，怕不安全。可是买28的咱们都能骑啊。我基本用不上，还是以你为主。再说26的自行车我也一样能骑，28的我也一样能骑，瞧不起谁呢？这件事情上苏葛很坚持，
最后盛启辉听了苏葛的，两人决定买永久牌28自行车。同志，我们要这辆永久。好嘞。营业员麻利的开票，盛启辉拿着钱和自行车票去收银处交钱。不一会，盛启辉交完钱回来，和苏葛一起从营业员手中接过自行车，崭新铮亮的自行车落入手中。苏葛看了好几遍，越看越喜欢，这感觉甚至要超过上辈子他去 4S 店提第一台车的时候。买到自行车要先去公安局领牌照，俩人到了公安局，凭着购买自行车的票据，很快工作人员给自行车上了牌照。苏葛以为上了牌照就算完事，没想到还要在三脚架和车把上砸上钢印，最后还发给他们一个小本本，类似于后世的驾驶证，只不过这本是自行车执照。这个时候自行车管理可真严格，难怪丢自行车的少。手续全部办完，两个人心情愉悦地骑着在马路上溜了好久，终于溜够了。盛启辉将自行车停在一家国营照相馆门口，